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金水双逆中，我们要看一下宇宙和指导灵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来指导我们这段时间度过这个金水的逆行。好，金星逆行、水星逆行啊，其实这个3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啊。我们刚刚在2月底迎来了我们的七星连珠之后，我们的双鱼新月之后，又再一次的看到了我们的金星逆行和水星逆行的组合。那这套组合拳或这套逆行的机制呢，从我们的3月初就开始进入阴影期，那有可能会蔓延到4月中旬的时间。那 Stacy 也会把这个逆行的时间放到我们的说明栏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参考。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这个逆行的阶段发生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春分啊，进入到春季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注定我们很多的转变很多三维事业当中的转变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发生。有可能我们会对于过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了解，产生一个新的体悟的同时，有可能我们的选择也将会是与众不同的，也将会是扭转过去或是改写我们历史篇章的。那今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卡牌来看一下宇宙和我们的指导灵，爱着我们的天使、祖先等等，在告诉我们什么，在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送给大家需要的讯息之余，也带给大家疗愈和能量，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一个阶段有点颠簸和有点转变的时间点。祝福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感恩大家跟这个频道、跟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连结，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这个冥想的时间。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闭上双眼。好，让我们一起来连接我们这个每组卡牌的神圣几何图形大家可以呢，现在就可以进行选择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和几何图形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好，如果没有进入状态的朋友也不急大家可以先来聆听一下，我们的这个今日的颂钵，我们今日的这个声音疗愈带给大家什么样的震动和清理。好，在安全状况底下呢，我们也可以闭上双眼，放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帮助大家做一个疗愈和净化，让我们的频率状态恢复到平整、安全和宁静的波动范围状态。大家呢可以缓缓的调整我们的呼吸，也可以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下方对应的神圣几何图形。好，这些神圣几何图形呢，是每个月 Starseed 做祈福仪式的时候会使用到的。好，是宇宙送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好，是高维度带给我们的管道入口，或者是疗愈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第一直觉来进行选择。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好，参照的神圣几何图形是神圣三角形。我们可以看到3合1的标志，这代表了3女神地风天的组合，它也代表了我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的3合1。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3合1看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立体的对于我们整个生命能量的注入和照耀。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我们可以放近了，大家可以体验和观察一下，感受一下。好，几何图案带给我们的能量和讯息是什么？好，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好，我们叫它 Triquetra 或者是 Toliketola。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好，中间的一副组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生命之花Flower of Life。我们可以在这一组当中看到非常明显的光之网格，网格非常明显的呈现了我们在3维开始到高维的这个生命能量的，有可能是它的网格和光斑的样子。好，这是我们生命的样子。生命之花的这个几何图形会帮助我们焕发生命的能量，好，也会激发我们对于生命的创造模式的改造和提升。好，这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生命之花。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几何图形是梅特隆的多边几何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同样把这颗几何图形移动到大家的眼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震动，它的光是否是和我们相连接的呢？这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好，我们的每一个网格中间都很像是一片花瓣很美。好，那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几何图形是我们的梅特隆几何图形Metatron's Cube。 好，梅特隆立方体虽然说我们看到是一个平面但是我们看到了13个圆圈。好，那每个圆圈呢的聚合都代表了在不同的维度或不同的视角，我们这个视野以及这个图形所表达的维度正在增高。那当这个几何图形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的梅特隆在天使天使之王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阻挡负面能量。同时我们的这个几何图形呢也被誉为13维度的几何图形。那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第3副组牌的这个参照几何图形。好，它的能量、频率和光斑是否是和我们当下能量相符合的，是否要传递给我们一些讯息呢？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几何图形。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连接、触碰和感受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我们今天要传递的是，在我们最近这1个半月金水逆行的过程当中，宇宙、指导灵和天使需要我们注意些什么，会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跟着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想要的朋友们，就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
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我们的神圣三合一几何图形的朋友们，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呢是金星水星双逆行中我们在这个3月初到4月中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我们综合的天象我们要看一下宇宙和指导灵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以及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那对应我们的这个神圣几何图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的是Spirit Guardian of Winter Retreat， 我们看到的是冬至的指导灵讯息冬至在什么时候？12月20到11号左右。那当下呢，我们马上就要接近我们的春分3月20日。那在这3个月当中，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有没有饱满的休息好和充足你们的能量呢？我看到你们的世界呢，就像这个庞大的水晶球一样有可能外界的世界在落雪，也有可能外界的世界在斗转星移，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宇宙有可能通过这一个季度正在提醒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给自己非常神圣的休息时间，无论是在身体上、精神上，还是你们整个身心灵的状态上，都需要一个阶段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某一些动物会冬眠，那我们有可能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在春夏秋冬有可能有不同的也是自然旅行的这个事物和事业这个冬季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非常的需要给自己非常安稳的休息的质量。那有质量的休息呢，有可能也体现在你们的家居、你们的饮食起居和睡眠当中。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这一年当中一定有你非常想做的大事，有你想要去发育以及发展的好事，或者说有可能会拥有决定你未来旅程重要的一些选择。不过当下这个阶段是冬藏藏住你能量的阶段，是你需要去暂时调节自身的能量，在发力之前进行蓄力的阶段。所以我看到在最近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的宇宙和我们的指导灵在告诉我们，这个38号的数字也一样当下的你的计划有可能已经做得足够好，或者说你已经走到了一个正在去深化你的计划的岔路口。那天使和宇宙要告诉你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你需要抽出一个时间给自己进行一些蓄力和充电。好，我们这张卡牌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能量是制造你的能量结界和边界。我们看到这个能量是有边界感的，那仿佛呢，比如在你的家居周围，在你的卧室，好，在你饮食起居的环境当中，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在被保护，那第二点就是你们也需要去感受到这个保护的能量，为自己也进行这个能量的，有可能是意念上的补充、肯定和加持。那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计划和你们内心当中正在去等待的春天正悄然而至，而当下这个阶段你们非常需要给自己很好的能量的储备。那包含了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需要去调整一下你们的健康状态，有可能你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最近你们的这个不管是饮食还是说运动还是说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接触能力和接触的姿态在这个姿态发生转变，当你可以去放松，当你可以去舒展，当你可以承接一切的时候，这一切将会为你重新的发生。季节的变化不代表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永远被永恒的封印在了目前这个状况里边。如果目前这个状况是大家不喜欢的大家可以去确认在未来2个多星期之后，我们就迎来春分，或者说我们这个季度马上就会发生转变。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做好最可以说是最后的蓄力了吗？好，最后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春天，这个 spring 马上就要到来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2颗组牌。好，看一下我们当下的这个能量在我们的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当中将会有什么样的一方面的这个转变，或者它在印证什么。 Imagination， 好，想象力，这边是 Trust。 好，我感受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首先你们当下多少是会对于你们的感受力或者说偶尔的一些判断力有一些怀疑的。宇宙希望你相信自己，宇宙希望你接受你内在的声音，并且呢接受你内在对于你的引导、导引和注目以及关注。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喉轮和3眼轮非常打开，有的时候顶轮有可能接受太多的信息，有点需要清理的部分，但是其实你们的顶轮是非常开阔的。我看到在你们的光的通道当中有可能你周围的指导灵会给你带来一些间接的灵感和讯息有可能也在去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摘取这些讯息和发生行动
啊。那所以说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呢，第一点，如果你们当下对于自己很犹疑、很怀疑、很困惑的话，宇宙也告诉你，你完全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有你在的地方，你就是安全的。那即便是当下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找到解决的点，但是你们有可能会发现啊，跟着自己的意识和感受一步一步的进行下一步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你们就会找到问题的答案了。那么第二张牌呢，让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 imagination， 我们的想象力，或者说我们这个思维的创造能力，或者说我们在爆发这些创造能力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无条件的去滋养我们的内在，创造我们的内在世界。所以当一个人很有创造力啊，跟循着心流啊开始创造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疼爱和接受他内在一切的感触和感知。所以这张牌也代表了，首先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很伟大的，是非常有天赋的，而且在最近呢正在进行一个爆发。那我们有可能身体和周围的世界越是安静和沉静，你们的创造力会相应的有可能是成数十倍、数百倍的正在进行着活跃的激活，有可能是在进行活跃的这个联动啊，跟我们的宇宙和高维度进行了联动。这张牌也在提醒我们啊，去拥抱和滋养我们内在这个创造力，去滋养我们这个创造的冲动。如果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感受到你们的一些特色，你们的一些不管是天赋还是你们个性当中的一些部分正在展露出来。就很像是我们这个松柏啊，我们在冬季，哪怕是万物都在冬眠，我们的松柏其实也在积蓄能量，在向上发芽啊，有可能在雪落之后啊，然后在悄然的气温升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周围的树木在发生一点点的变化。我认为第一组牌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成长和向上去生发是你们的天赋，是你们的本能，也是你们本身创造力所带有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因果论所讲，这是一个果。所以我看到最近这个阶段啊，有可能我们这个海王星，或者说当下我们这个水星的波动，会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时候会感受到，诶，我是不是沉浸在幻想里边？因为我们的这个海王星马上就要进入牡羊座的领域了，我们这个创造力啊、创想力啊、感受力啊，甚至是有可能是在幻想的结界当中，有一些部分在被激发和激活，但是善用和有可能是接纳和了解你们的这个想象力在告诉你们什么。首先是信任你们的内在。所以最近这个金水逆行的阶段，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丰盛的，有可能是创造者、创作者，或者是诗人，或者你们最近呢可以在灵性的修行上、灵性的感悟上有更高程度的体验。那我认为在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也会有点闭门造车的感觉呀，你们有可能会喜欢一个人隐居、闭门不出，或享受跟自己去相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们的顶轮非常的发达，有可能创想力正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下马上就可以解决什么，那你们有可能在当下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解决什么。这一切呢，其实是一个我看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但是从我们这个量变到质变，其实也非常的快。这两张牌连在一起啊，就是相信我们的想象力，也相信我们内在正在给我们的这个呼唤是什么。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去就是 answer the call， 就是回应你们内在的召唤。有可能你们最近会做出一些重大的计划，或是一些挑战式的创想式的实验呐、试炼呐、或尝试等等。还有一个声音是宇宙告诉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完全可以相信你的内在，还是一样你感觉到一个事物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感觉走到哪条路上你会觉得更好，你感觉到最近这个蛰伏的时间也好，还是我们有一点沉默的时间也罢，它是有很高的一个成本，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很高的助力，这些感觉都是没有错的。那第一副牌朋友偶尔会有一点迷茫，但是没有关系啊，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有可能就是这10天，有可能就是这2个星期，当季节发生转变的时候，你们会结束冬眠，好吧？那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带来的这个讯息和指引是什么，关于我们在行星逆行的过程当中第一张就是吊人牌啊，第二张是宝剑10，看一下 Two of Swords，
第一组牌的朋友不要自伤啊，最近这个阶段千万不要自伤。我看到有可能在心灵或者说心情以外，有可能你们的身体，有可能是后背，有可能是腰椎，还有可能是腿啊关节之类的，肩膀，你们会觉得有点痛，有少数朋友会头痛，或者是你们会有点被就是睡梦当中被压住的感觉，有可能做噩梦啊之类的。好，这是你们潜意识的恐惧正在释放和爆发的一个征兆。然后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不要害怕，如果最近有点多梦啊，有点噩梦的话，不要害怕，这个是你们的潜意识正在帮助你们去爆发过去的恐惧，把它释放掉，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些朋友，如果最近你们感觉到睡眠质量非常的不好，那当然也是从侧面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是否是在心灵上，在状态上是平衡和健康的，这些都是一个信号啊。那我们这个牌不要自伤，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付出的足够多。好，你们仿佛已经让自己看起来释怀和看起来举重若轻啊，看起来可以去奉献或承受委屈的足够多。因此最近这个时间呢，反而是你们的内在的一些疲惫和创痛或者伤痕，慢慢的趋于表面化，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内脏五脏六腑，慢慢的啊，然后进入我们这个表层世界，比如说皮肤啊，我们的面色呀，我们的表情等等啊，然后再把它释放出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允许自己有一定阶段的变化。如果最近你们感觉到，我的精气神没有很好，我的状态没有很好，我一直疲惫和枯竭于某一种等待，某一种拖延和消耗，这是一个还是一样循序渐进的阶段。宇宙在告诉你，不要去 push 自己，不要去急，也不要过度的内伤。然后在这个我看到是满月过后啊，月亮重新变成弦月，有可能是下弦月的这个阶段，你们会感觉越来越好。而且最近你们如果在逃避一些恐惧，有一些事情或者说有一些负担呢，然后有一些负债让你们感觉到压力和沉重的话，这种矛盾感会加剧，就是在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个矛盾感在拉锯或者是在拉扯你们。那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还是一样啊，不要为这件事情所伤。如果说当下在一个最矛盾的阶段里，代表这个事情已经迎来了它的最高点，然后到达高潮了，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释放的和一个解决，或者说进一步疗愈和完成它的阶段。所以我看到在接近这个旅程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还有最后的一些阵痛，这是正常的。尤其是水星逆行有可能会带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一些侧面的影响，会让你们有可能会思虑很多，思前想后，回忆和怀念起过去。那我们这两张牌啊 Knight of Cups and the Thre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代表了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有隐秘的不能释放和释怀的一些我看到是非常情绪化、敏感、伤痛和伤害，或者说让你们心中产生一点点悲的部分。那悲魔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边也有看到啊，有很多事情其实都是魔入体啊，当然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我们在这个可以说是维度的平台当中去接触到各种能量很正常，特别是当我们修行和进化到某一种阶段。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最近你们很痛，觉得总是想伤心落泪，你们总是感觉到有一定的委屈和压抑，或者说一些社会性的事件让你们感触颇深，你们现在回荡在一些悲剧悲伤当中，这是正常的。然后牌在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份空间和时间去进行这个纠错，好吗？我看到这个能量并不是你要和任何人和事物进行交互。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需要给足自己时间和能量和机会，或者给自己一点缓和的空间和余地。然后第一组牌的朋友还是一样啊，这个边界感比较重要，是你的世界、你的经历、你的这一个灵魂和其他灵魂是有边界的。当我们模糊了这个边界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相互作用力在相互的拉扯。但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金币3代表了你们反而不需要过度的配合。如果最近的这个团队合作或周围配合你们的人给你们的感受是你看到了很多他们的小我，你甚至没有办法去在当中获得高的能量，相反你在付出的更多。宇宙在告诉你们啊，你们的善良可以适可而止，你们可以适当的给自己一些时间和边界感，去重新的建立你们的生活状态。如果最近在工作和这个金钱的交往来往当中，你感觉到你承受的委屈比较多，或者说你付出的比较多，没有拉回同样的一些
馈和收获，你们完全可以大胆的说出你的想法，表现出你的态度，或者说对这件事情喊停，按下暂停键。如果最近有一些负面竞争，我看到这些竞争基本上是一个收缩状态。首先竞争不下去了，再者就这种竞争是多方人物在这当中都在消耗自我能量的一个体现，没有谁在赢啊，都在输。也有些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你的本我会和你的小我打架，有可能因为高我的一些意识，你正在去做一个统合，做一个调整。最近这个阶段也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需要非常宽容自己、疼爱自己和看到自己的时候，不需要矛盾，有的时候也并不需要分一个黑白对错输赢并不需要过度的二元对立因为二元对立会伤害你们。所以最近这个阶段，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该做什么？你们只是该好好的休息，静静的抱抱自己，静静的坐下来，听着时间的流动，听着周围的事件在发生着起承转合的变化，你们需要偶尔让自己置身事外不要太过于入戏。好，这个是主要这一张牌给我们的信息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Ace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一的逆位。我们的牌迟迟不出来啊！我们可以连接一下宇宙，看一下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这边出现了啊。好 ，Page of Wands， 权杖公主。好，我们出现的是 Five of Pentacles， 有没有？我们洗了这么久的牌，出现这两张，代表了什么？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越努力越幸运，播种的越多，收获的越多。而在这个春季，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你们有可能无力播种了。再者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越急越盼，越等越催，它会越慢。看起来呢，有很多事情正在顺着他们的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势头，正在发生着重新的能量的组合、营养的这个集结和再次的发挥、再次的发育。所以我看到呢，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非常需要放下你们内心当中的恐惧感和焦虑，或者说某一种冒险式的，然后有可能是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什么？我们的权杖公主配有宝剑10号，就是有可能你们的一些，比如说想要快速运行啊、快速进行一些事情的想法，反而会伤到自己。这边有世界牌的逆位和 Two of Pentacles， 有很多朋友觉得最近一个阶段其实你们蛮疲惫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很辛劳。这个辛劳有可能并不代表了效率很高，反而代表了这些事情的琐事很多呀，能量庞大，但是看起来它的质量又不高。比如说每天我们工作做了很多琐事，却又发现，其实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在理论上来讲就这么一点点，几笔就可以带过了。其实这个里边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付出了非常多的能量付出啊，在宇宙当中我们有看不见的规则，我们付出能量就会收获能量，我们在哪个地方确实是播种了，哪个地方会收获。不过这个就是冬春交界的这个时间点，并不是我们催促宇宙和自己来产生收获的时间点。当然也并不需要催促自己去那么勤劳和辛劳的去进行播种。我认为这个金星和水星逆行的阶段，我们第一组牌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找回你对于生命的热爱，找回你的生命激情和能量。如果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到累觉不爱，让你感觉到收获匮乏，有可能让你感觉到被卡住，或者说你会有一种个人能量的闭锁。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自己，跟这个世界进行交集。金币2号，你们需要换一个方法了。好，这个方法可以是任何的方法，有可能是你们的风格，有可能是你们的衣着，有可能是你们对于一个事情的观念和态度，现在是可以转念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金币2、金币3和金币5号没有很行得通，代表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大方向的我们看一下在细节上。The Sun in reverse， Ace of Pentacles， The Chariot， The Fool
and Seven of Cups in reverse。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当下正在去寻找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方向，有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你们有一种解决无门的感觉。比如说我们等待一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也有一些朋友看到有可能这个是情感当中的一些机会等等啊，机会确实在你们的眼前，但是机会会在你们没有很关注的时候突然滑到你们的世界。如果呢我们在去捕捉它、去追逐它的时候，反而这个机会跟我们躲猫猫。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宇宙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果在过去什么让你们的情绪有一点down，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总有一种我好像在被吊住啊，我好像在被卡住不得动弹的话，因为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卡住你的地方原地不动了。因为在未来这个阶段啊，我看到有可能是1个月，有可能是未来的3个月左右，我们这边的转变会悄然的形成，而且会给我们第一组朋友一个惊喜。所以在事业上、金钱上还是感情上，我们这边都可以重新的采取一个慢慢来，我们也可以重新拿出时间来跟他周旋，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下课或者说休息的时间，让我们在这边呢稍微的就是散漫一点点，放松一点点。而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有可能当你们的恐惧感和焦虑感被释放掉了，我们可以直接吸引这个新的机会到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事业上啊，我先看一下事业，再看一下情感。如果这是一个事业机会，如果说是我们想向前走一步的机会的话， Tower in reverse， Five of Cups， Wheel of Fortune。我们第一组牌朋友的机会啊，属于这种吸引式的。好，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不追逐机会，你只吸引机会。我看到这个法则其实可以套用在你所有的事情上。所以最近这个时间呢，首先是静静的等待转运。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正位和恶魔牌，但恰好这2张牌前面所带有的能量是圣杯5号和圣杯4号，就代表了你越是去执着，或者对于一些事情的这种掌控力，你对于这些事情的有可能是交集的密度越高，这个事情仿佛是很沉重的一个命运之轮，我们很难转动它，甚至以至于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想要放弃。那宇宙在告诉我们第一组朋友，这不是你放弃的时候，因为你的生命或者说你的高我以及整个宇宙的运转没有让你去放弃，以及你有可能想要去放弃都没来得及有机会啊。我们需要非常肯定我们选择的同时啊，在稍事休息或者说再振作一下，等一等。而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和不管是恶魔还是恶龙作战这个过程里边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变成这个恶魔和这个恶龙。比如说我们蛮想去挑战一件事情的，最后被这件事情挑战；我们想战胜一个让我们觉得低频率、负能量，或者说我们想要跨越的人物，最终变成了他的样子啊。当然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绝对有这个机会去超越这件事情本身，不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合作，这是一个你人生必须要迈过去的坎。比如说一些朋友在去考证照啊，你们打算人生跨越一步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等待这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进入一个稳定的生活，拥有你们的家庭，然后拥有你们的这个长线的事业，全部都是什么让你们如此的在乎，什么让你们如此的可以痛，或者说可以有强烈的反应和强烈的震动，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们的关口。我们在牌底看到圣杯6号，所以圣杯的4、5、6号都出现。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想重现一下昨日的光辉和光彩，你们有可能想要去找回一些关于昨天和关于过去的一些回忆方面的，让你们感觉到闪烁，让你们感受到安全感和温馨的部分。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一些事情不可复制，然后一些经历不可复制，但是它有可能会变得更有光泽也就是说在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世界里边，你们有更好的机会，有可能在水星逆行里边，我们会有一点怀旧，我们有点复古，我们会有一点怀恋过去啊。但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在未来创造出更高光的幸福的经验和体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心其实是很悲怆的，有一种悲伤的声音流出来，就让它流出来吧。因为在我们马上就要接近满月的这个阶段啊，我们要让悲伤流出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看到这个悲伤，我们要真正的去正视它，才能明明白白的将它疗愈。所以这个牌很好啊， 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有节制牌、教皇牌、
Six of Swords 宝剑6号，我们又看到圣杯6号的逆位，也就是说一些朋友你们会对于过去释怀。好，如果在事业上循序渐进的，我看到你们将会创造出更高光的可能性，但这个时间有可能要慢慢来。未来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呢，我们第一副牌朋友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哦。第二个就是一些朋友，如果你打算转职，或者说我要不要离开过去的这个事业或这个发展的途径，我应该给自己一个新的计划。宇宙希望我们第一副左牌朋友给自己一些耐心，相反于以新换旧啊，或者说我们这边是以旧换新也好，是进步也好，退步也罢，这个内在的主角永远都是你们自己，所以你们是感觉到幸福的吗？如果你的选择让你感觉到幸福，你就可以去做。我看到最近呢，天使和宇宙在帮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进行疗愈，有种这种疗愈是让我们去放手，让我们选择解脱，让我们选择在某一个阶段可以去背离我们最原先的这个高期望，或者说高光高价值，让我们可以渐渐的选择可以轻松下来，平静下来，甚至某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暗淡下来，但是你灵魂的光永远在闪烁，所以你永远都可以迎接新的闪烁的机会。这边有些朋友看到你所信仰的宗教以及你周围的天使和指导灵在帮助你去疗愈负面能量，所以你周围的灵魂呢，爱你的灵魂都没有放弃。你们呢完全可以选择的是给自己一个空档，然后呢让自己多去争取一些跟高能量或者说跟高频率相对接的事物，不管是学习，我们这边有教皇牌，学习运是很好的，还有就是灵性的突破和智慧运，我们在这个金水逆行的时候反而重新找回了我们想要的。在我们金钱和事业这个方面呢，我认为这个不造成一个阻碍，所以我看到有比较有专业度的，或者说有资源和有能量的人即将接近你们。也有少数朋友，当然是你去接近这个资源和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寻找工作呀，我们寻找合作等等。但是我看到这个机会的背后，其实带有了非常强烈的，丰盛的能量。所以我们第一副牌朋友可以重新丰盛哦。那时间点呢，我看到在未来，我们现在3月嘛，我看到在5月到6月之间，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重新发光的时间点。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段来进行一下沉淀，因为当下在三维世界，我们的时间越走越快，看似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过去了，其实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当下所运用的能量也在发生的变动，有可能一些事情轻易的就发生了，轻易的就转折了，在带动我们。但其实我们在做的疗愈啊，或者说我们在智慧里边走的这个深度，有可能因为时间太快了，或者事情叠加，我们有点深入不下去。所以最近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可以去深入的时候，冷静一些，智慧一些。然后如果你们的心当中有很强烈的这个水大，比如说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有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很多的悲伤，去释放它，去发泄它，或者说去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可以脆弱，没有问题。好，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看似你们是一个人在作战，其实你们的祖先和天使指导灵很爱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去度过当下一个比较就是孤军奋战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啊。我看到你们内心的光和智慧以及善良，我这个无条件的爱呢正在被点亮，所以你们周围自然而然会有淡淡的而且很坚定的在保护你的能量，将你推到更安全的领域去。看一下情感啊 ，Oh my God， 我们说情感就出现了 Lovers and Seven of Pentacles， Death in Reverse， 这算是此情可待吗？有些朋友我认为你们在这个阶段是肯定有一些复合的可能啊，或者说旧人重现，我们出现死神牌的逆位啊，或者说宇宙又给你一次机会，又给他一次机会重新做选择。所以我看到如果是你灵魂的恋人以及跟你有缘的人呢，不会那么简单的离开。然后这个此情可待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是金币7号，这个我们是一个 long term， 一个长期的有可能是相互的召唤。我们在这个卡牌上看的信息啊 long term investment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需要有忍耐以及耐心，然后我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延时啊，或者说一些加班啊，或者说一些等待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可以更快的或者说更好的去接近属于我们的丰收。那出现金币7代表丰收一定会来临，代表你们正在这个丰收的计划里边。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你的爱情是可以等待的。有些朋友会说我最近没法等待，分手了，吵架了，失恋了，或者说
我没什么好等待的啊，就是没什么好期待的。之前我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是在过去的一个分手的经验啊，让你们有点被困在原地了。特别是在满月的前后啊，你们内心当中的恐惧和这个莉莉丝里边这个怨情啊、怨恨啊，或者说是一些非常负面和极端的不安感会被震动出来。还是一样啊，我们让它被震动出来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敞开我们的喉咙放声高歌，我们可以用力起舞啊，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所谓健康的发泄。而在这个阶段，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内心其实有很强烈的这个欲望，不管是关于情的，关于执念的，还是关于就是抹杀过去的。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的情绪会反扑啊，没有关系啊，宇宙永远都会照料你啊，在我们闹的时候，在我们不舒服，在我们感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的情绪会被接纳。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宝剑四和月亮在满月的前后，就是我们3月14到15号左右啊，不管大家在哪一个区生活啊，在哪一个州啊，或者说在世界哪一个地方生活，你们都要早一点睡，你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呢，更好的进行能量的修复。所以我看到在这个满月的前后，一些朋友是不要做太高度的体力劳动，然后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有可能进行能量的疏解啊。少数朋友你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能量的或者说情绪的释放，也可以进行一些冥想，但是还是一样，能够让我们的思维静下来，就可以让我们这个电波和我们整个的这个频率舒缓下来就 OK 了。感情这个事情本身呢，我认为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等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会来，或者说如果你们打算走向一个人，这个人在等你。我看到这种相互等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Page of Swords 宝剑公主有没有啊？我们在看，我们在远远的看，这个人在做什么，或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权杖10号代表了，其实你们之间这个结缘和结怨是颇深的，代表你们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待解决和需要解决。我看到你们双方有可能都有这个信心，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在一个想要去斩断的情感状态里边的话，最近就是可以大刀阔斧，而且最近你们可以去实行一些行动。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想好了，在最近我要结束单身，或者说我要进入单身的状态，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转换的时间点。特别是在下个月我们进入了春季啊，春分过去之后，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在变得越来越果敢。而且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敢让自己一个人啊，你们敢单身，你们也敢去跟人约会。但这个敢并不代表了我们不分辨这个人的善恶呀，不分辨这个人的意图，我们只是勇敢的在接受生活。当然我们在接触新的人的时候，也要去多方的感受一下这个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跟着你们的直觉去走。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直觉会给予你们一些警钟，会给予你们一些探索性的或者说保护性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聪明的。有少数朋友，我认为你周围的人无法骗你们就是你们很聪明，所以你们会很快的看到和识别一个人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超能力啊，这样一个能力反而会让你们有可能，第一点是 Five of Wands， 你有可能会产生某一种矛盾和冲突，不喜欢太多的就是比如说平常三维的人我们说就是三维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灵性上有体察有感受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三维的人事的交接呀，人情世故啊，竞争啊，争吵你是不喜欢的。还有就是你会探测到对方意图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变得更加挑剔，你的雷达会擦得更加亮。所以 the star in reverse 代表了你有可能对于进一步的去发展和搭建你的感情没有希望，没有信念，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并不重要，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身上带有这种天王星和水星比较活跃的特质，有可能你们更喜欢去接触一些灵性伴侣啊、灵魂伴侣啊，或者说很有灵性的事物。而在这个阶段是你灵性爆发的时候。我认为一些朋友，只要你们愿意去稍微放松一下，或者放低一下你的门槛和条件，你们的交友是可以很广阔的。甚至我看到有很多人喜欢你们，但是在感情里面，如果你想要的就是那一个，或者说你在纠结的还是那一个，以及你有可能当下非常注重你个人的这个能量的建设的话，有可能对于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说，建立一个稳定的感情脱单呢，或者说我们在感情上有修复，有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那我认为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会有稳定的 The High Priestess Ace of Swords， 你们会有稳定的这个
交际、约会啊，或者说一些朋友会说有没有新人之类的，但是我看到有可能要晚一点。今年的秋天呢是一个分水岭，当你们愿意去离开一些让你们觉得感觉一半一半啊，没有很好，或者说让你产生焦虑，让你感觉到情绪被割裂，或者说有一些自私啊，当你去离开这样的一些人事物，包含了在事业上、人际交往、友情、亲情上，你都可以跟他有一个边界感的时候，就代表了你们可以自然而然的修复好你的能量，接受灵魂伴侣和下一个阶段的神圣伴侣来到你的世界。我认为宇宙希望你们第一组的朋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看到你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吸引它的发生，相信它的发生。有的时候是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觉得它不会有的，有可能在三维我找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产生信念。有更多朋友我认为宇宙希望的是只是你愿意再去相信一次 trust， 你愿意再相信一次，你愿意再想象一次，你愿意再建设一次，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有些朋友如果这个是救人的话，我认为对方的改观他个性上的他这个小我上的改观有可能不大，但是我认为这个人不想离开你。比如说你周围还是有这个救人的能量在环绕，不管他离你近还是远，他有没有跟你交流接触，有没有跟你发简讯跟你见面等等，我看到你周围萦绕了救人的能量，所以他能量有可能也会下意识，或者说在能量团上来讲对你有一些有可能是阻碍，有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快的想要放你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retreat， 所以我们慢慢来嘛。我们冰冻3尺并非一日之寒，我们进入春天也并不是一朝一夕，我们的万物就生发了，好吗？我们给自己一些时间。我认为这个往往我们都在讲水星逆行的时候不做决定不做判断，往往讲金星逆行的时候，我们容易在我们的审美上我们在爱的感受上，我们在一些事情的考虑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追求和价值上有一些冲击，或有一些反思和有一些变化。但是逆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时间点重新去进行思考和能量整合的。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还是一样，你想要什么？你相信自己会拥有什么？你真正的信任它吗？你愿意跟宇宙重新的下订单吗？你愿意让自己重新的走出你的结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自己一个时间，这个阶段是你去排除一些错误的和旧有的比如说负能量的信息的时候，当新的信息可以进入，比如当负能量已经排除了，那我们这边呢出现了一些空隙，可以去填上正能量，可以去填上你新的愿望的时候，这个神圣的时间就会到来。第一组朋友跟着你们的直觉走我认为你们的直觉是很准确的。这是我们在事业感情我们刚刚讲这个经济金钱等等不被金钱这个事情所困扰，你们就不会缺乏匮乏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金钱它有的时候很像是也是一个模考我们看到恶魔牌，它如果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没有办法，甚至觉得它是最大的，或者说这个事情它是很强悍的。其实这个事情也一模一样，跟任何的灵性跟任何的感受的吸引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认同自己拥有，好，只要你愿意去更多的想见这个过程，扩大你的这个格局和磁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在你的计划和你的掌控当中，而不是在掌控你。好，星座人来讲，第一组朋友水象比较多，我看到了巨蟹、双鱼、天蝎座，然后这边呢，我看到一些风象、水瓶、双子、天平。一些朋友最近在沟通上在这个跟人的交往上，或者说一些朋友我水星逆行我们这个电子产品和交通怎么样？我认为第一组牌的朋友还好，你们被卡住的地方不在这里，是你们的想法。所以说在想法上，我们可以让自己呢一步一步的慢慢前进，那代替了前进后退给我们带来的消耗，好吗？好，这边呢我们看一下最后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Venus， 好，我们看到金星金星最近在逆行有没有金星出现了 Love， 所以 anyways 我们这边看到有 Lovers and Death in Reverse and the Devil， 所以一些朋友看到你的旧恋人，爱你的人，或者说有些人在想你，然后你的世界里边不缺爱，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哪怕你是一个人，哪怕你感觉到哇我已经就是寡到一个不能再寡，孤到一个不能再孤你们的周围其实是有爱的，只是你要不要接受，或者这个爱是一个反能量的，比如说现在是逆境阶段，这个爱是一种消耗，这个爱是一种占有，这个爱是一种控制，但你们的世界其实是充斥了爱
好，如果你们愿意换一个方向去思考，有些朋友会说，哇，我受到的是一些压榨，难道我要去认同这是爱吗？你们要认同你们对自己有爱，你们要认同的是你们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任何人用任何的方法去干扰到你们，去伤害到你们，你们是否愿意给这个人伤害？你们是否认同这个伤害对你们来讲是有意义的？如果它是无意义的，你只会转头就走，或你只会不接受它，你只会没有反应。所以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最近爱是一个议题，关于你的亲密关系，关于你的恋情，关于你跟旧人之间的一些事情，有可能会复发，有可能会反复，有可能会让你再次纠葛。但是你们要相信，这些事情的中心点都是让你去接受爱，让你去看到你对于自己的爱，让你看到你的灵魂的初衷是为了美好，为了高维度的这个，因为金星是5维度嘛，或者是更高维度啊，一些爱的主题等等，爱的议题，我们是为了过关来的，而不是为了自我折磨或者还任何人什么样的债，或者说还任何人一个什么样的恩之类的。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你们的生活。首先第一点就在于你们是否愿意信任，你们是否愿意体察，你们是否愿意接纳自己。好，在爱情里面你们做的任何的决定都没有错，但同时呢还是一样，一些朋友你们不做决定也没有错哦。那第二点呢，我们看的是21号啊Clover， 我们看到的是4叶草。我们的这个两位女神呢，或者女巫的手上全是4叶草，代表了什么？满满的幸运。这张牌蛮特别的，告诉我们 release your guilt，就是要把你的负罪感全部释放掉，好像是大火去燃烧这一片荒原一样，你要把过去这个荒的，或者说无根的或已经枯萎的东西燃烧殆尽，你才能够去接近生命当中的幸运。是什么卡住了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内心当中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道德天平，经常让自己感受到愧疚委屈又不得不做呀，或者有的时候你会怀疑，就是我们这个怀疑代替信任，你会怀疑你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你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什么样的事情，乃至于过去很多年的事情，很多年的某一个旧人，让你感觉到愧疚、委屈、失望，或者说我们确实做错了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深深的忏悔和这个人 say sorry 都可以，但是你需要把这个能量释放掉才可以。如果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不释放掉它，这个伤害只能在时空里面不断叠加，你对于对方的伤害也好，对于你的伤害也罢。所以最近呢，为了接近幸运，为了让我们的身心灵状态更加轻松，你们需要对自己长久的一些愧疚感，或者说一些负疚感、负罪感拖累你了。比如说我们对家人愧疚，我们有可能选了工作对于爱人愧疚，我们可能选了爱人对于我们周围的一些这个友人愧疚等等这些愧疚你全部都要释放掉它，把它付之一炬。OK， 所以最近这个满月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重新清理你们内在信念的时候。宇宙希望你们无条件的爱自己，把你们内心当中不需要的一些压力和杂质抛掉，或者说燃烧。所以这也是一个做清理的最佳时间。任何事情再来一遍就是做清理，所以推荐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做一下这方面的有可能是意念上的改变或者说一些小功课，或者一些小过关等等祝福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呢也是一样的可以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享受宇宙带给我们的种种变化，在变化里边呢重新的见到我们自己，好，见到我们真实的内在的圆觉的自信，去感受和爱着我们自己，也爱着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很长的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体会和探索，所以无条件的爱自己和肯定自己，你们是宇宙非常荣耀的小孩。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最近呢也可以平衡和照管好我们的身体灵状态，接收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幸运，真正的转运来到我们的世界。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接，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神圣之花的几何图形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金星水星双逆行中，我们要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以及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图牌帮助到来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讯息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疗愈和能量。对应我们的生命之花非常可爱的一颗几何图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Oracle 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好，我们把我们的副牌也放在这边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主牌。好，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看到是44号
Toes tools，我们看到是伞菌啊，然后这个牌的信息是 growth， 成长啊，44号。首先这是一个天使数字啊，在告诉我们，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首先不是一个人哦，有我们的指导灵啊，有我们灵魂的这个提升的，有可能是引导的军团，或者是领导的这个教师团等等啊，在帮助我们进行提升和成长。所以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首先在最近这个阶段里边，不管我们遇见什么，你们都会有智慧上的，然后灵性上的，或者生命当中的一次提高和一次成熟。有的时候成长和成熟是一瞬间啊，一夜之间啊，有可能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看见了、看破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在整体的能量范围之内啊，经历了一些可观和或者说不可测的改变。博士上派我们看到一只蝴蝶，有没有啊？然后飞在我们这个女神的周边，那我们的女神的眼神呢，非常透彻和坚定的看着远方。看起来第二副牌的朋友，整个这个金水逆行的阶段啊，这1个半月或未来6个星期当中，你们有可能会在个人的能量上有舒缓，有扩大，你们也会在未来这个阶段感受到你们的整个的个人实力和整个对于3维的扎根程度变得更深。成长有的时候是要经历一些暴风雨啊，或者说我们要经历破土而出啊，蝴蝶要经历破茧而生的过程，那我们肯定要经历一点点的创痛。不过我看到这个过程，宇宙会帮助我们让这个痛减少一点，或帮助我们是无痛的。我们有可能在成长这个阶段里边，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有价值，或者说有更多新鲜的事物能够来到我们的世界。这个其实并不是宇宙在赠予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身的蜕变所带有的固定的成果、固定的果啊。我们在因果层面来讲，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是会有成果的。这个阶段里边，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说到成果，你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事业上，然后我们在个人的财富上，都会有一定的成长和积累，也会有一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感觉。最近这个牌也代表了我们有可能在情感和个人能量上会有一次成熟的蜕变，有可能过去这种依赖感呢，或者说过去我们对待一些事情的幻想在慢慢的被打破。那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会有一种熟忍，或者说会有一种成熟感体现出来。那看到这种感觉也会让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扎根。有可能你们对一些事情会更加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有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你们也会变得跟以前的情绪化相比呢，在最近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变得更加求稳定。因为4号牌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数字，也代表了有可能第二组的朋友的周围啊，4象天使，比如说风火水土啊，我们在这个华夏的文化当中，中华的文化当中，有可能会有这个4大天王等等啊。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周边的加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4大嘛，东南西北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个加持来帮助我们第二牌的朋友正在扩大你们整个的能量场。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之花呢，无疑啊，确实是开在了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整个的能量场上，或者你们能量场里边其实是有生命之花这个网格的提升的。我看到整个状态里边，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感受到你们的整个的脉轮，就是每一个脉轮都在变得更加扩大和稳定，并且这个成长也代表了你们的海底轮和脐轮将会变得更加的深远深长，有可能在地球上的扎根度变得更高。这种扎根度也代表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沉稳淡定，然后有很多事情我们更加熟忍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规则和这个技术上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铭记于心，或者说更加的费力气。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人情和情绪以及感情上会变得更加的厚重。我觉得你们会有更加的大的包容力，大地之母的能量将会滋养你们，或是大地之父啊，我们说天空之父以及大地之母嘛。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是很贴近萨满能量的，我看到大地森林的深处，或者说大自然当中将会有很高的能量去帮助和保护到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他们会见证你们的成长，也会帮助和保护支持你们的成长。终有一天呢，你们将会打开你们小小的伞，在过去有可能是种子，有可能你们密布或者撒了很多的种子在你们的土壤上，在你们的生命里边，而最近这个阶段将会有一些种子长成伞将会去保护一些人，或者说保护到你们，或者让你们感受到你们是有一定的成绩，你们是有奖杯，然后你们这一路走来其实是有很多能量在给予你们回馈和给予你们肯定和认证的。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其他这个副牌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金水逆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整体的能量是怎么样的。 Empathy，
我们再看一下第2张牌啊 ，Denial。好，右边这张牌啊，我们首先呢来 focus 一下我们在右边，否认和拒绝。这个能量场出现在脐轮。我们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在否认和拒绝你们身体和生命当中的什么？是你的原生的家庭，还是你过去所承受的，比如说跟着你生命所连带的一些必须的事情，让你不得不做出来的一些让步妥协。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否定你们的这个个人的状态，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否定，比如说你们的性别呀，比如你们在否定你们最恐惧的某一个部分。这张牌代表了你在抗拒什么，反而你可以在这层抗拒和否认当中找到你的恐惧，并且重新的去安置你的知觉，让它在一个更加活跃的状态，就是你更加了解自己，你更加了解这个3维世界。也有些朋友看到这个否决，有可能或者是恐惧啊，来源于你对于失败的焦虑感，或者说你有可能在抗拒某一种失败，某一种对于你的不认同，不管是这个3维世界还是你对于自己的。我认为第2副牌的朋友，有可能在最近这个阶段，你再重新挑战你过去一个阶段没有办法超越的某一层高度。而我认为这个背后啊，真正的所谓的你要去克服的这个点也好，你要去战胜那个点也罢，所有都其实都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感受到我们要突破那个瓶颈是什么，这个瓶颈的背后其实是你对自己的认知。这样讲有点抽象，那我们就讲的更加简单一些。第2牌的朋友，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去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是认证你一定会失败的。你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就是完美，你的存在就是一个完整的集合。所以当在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些挑战呢，一些朋友可能最近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要面试，要争取一些新的机会，我们要去争取感情，我们害怕失落，我们有可能害怕失去，害怕一些连接的暗淡，这个都来自于我们说脐轮嘛，其实是我们在最原始的这个阶段啊，跟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换，而不跟我们的母亲的脐带啊进行这个能量的交换，最初产生这个连带。我们会在这个脐轮的部分啊，脐轮是在哪里？贴近我们的小腹啊，从我们的海底轮向上是第2个脉轮啊，它代表了我们的自我的认证，然后我们这个性别的形成，我们跟这个世界物质交换的条件，然后我们的荣耀，然后我们的激情在哪里啊？这个脉轮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脉轮其实也会间接的啊，代表了我们和这个世界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它在太阳轮的下面，海底轮的上面。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最近在打破脐轮给你的恐惧感，无论在哪一个维度，在哪一个时间，是在小时候、当下，还是哪怕是在未来，我认为这个恐惧感反而是需要被取代的。取代为什么啊？ I replace it with the insight of awareness。 我们用觉醒来代替这种恐惧和这种被否认，或者说否认外界，恐惧否认的这个态度。好，第2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共情、同理心啊 ，empathy。好，我们看到这个能量啊，也是一个4大的联合。我们看到就很像金刚杵啊，有2个金刚杵叠在一起。所以我们第2排的朋友，首先在这个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你的3眼轮和头顶轮之间的这个连接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你这个松果体和外界的连接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 Girls 成长的牌里边也看到了，我们整个顶轮很像是一顶华丽的帽子啊，它甚至在遮挡住我们一部分的视野。所以第2排的朋友，首先这个同理心和对于外界的理解和认同感，或者说对于外界的接纳、共融等等，它来自于我们哪一个程度正在打开我们自己，在打开哪一个面。因为我们从这张卡牌看到，我们要接受 both sides of a situation， 就是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接受所有的层面。这个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几组2元对立存在嘛，所以任何的事情有好有坏，或者说我们有成功失败，有黑有白，有合作和抗拒，宇宙让我们无条件的去接受这个情况带给我们的自己，就带给我们自己这种情绪和这种感受和这种影响。
你们是完全值得被接受的。还有任何一个情况，当你们接受了之后会被扭转，就是心过关了，相就消失。所以这张牌代表了，如果你接受和共理，或者说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一些因果造化，因为宇宙想要这样安排。我们讲的非常简单，它就是这样去组成的，它就是这样的。好，我们接受的话，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你更容易因为这种接受和这种巨大的共情去包容和淹没掉整个的这一件事情和这个能量场，你将会改变它。我们这个牌飞出来什么 Ace of Swords， 我们这边就是放了一套塔罗啊，一会儿我们要用的。所以说第二牌的朋友，这张牌代表了你们需要非常坚定的自我认证。当然了，这个能量其实都相对来讲抽象一些。我看到在这个金水逆行的过程里边，这两张牌代表了我们第二牌的朋友，你们会换一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也代表了有可能接受一些你否认的、你不喜欢的事情之后，这个事情会为你发生扭转。还有第二牌的朋友，你可以去决定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想去哪里。我们整个这个生命的运行啊，不会偏离你们高我给予你的美丽的轨道。所以任何的事情有可能都指向了你最终想要那个结果，不管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结局是好的，好吗？我们这样来讲一下。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啊？看一下第二排朋友。我们先看一下，在最近这个金水逆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什么 ？The Sun 太阳牌 ，The Moon Oh my God and the Tower 天哪！最近有些朋友，你们在跨越和经历这个 Twin Flame 的问题啊，或你的这个阴阳在平衡，就你体内的阴阳在平衡。因为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四象啊，其实四象也代表了相互矛盾和相互冲击的两个面。所以我看到有这个阴面有阳面在相互冲击，或者说是非呀、善恶呀，我们对于一些事情过去的评定在冲击我们。好，最近一些朋友你们在经历冲击，有可能你们也会转变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思考和态度。我们再看一下啊 ，Devil in Reverse， 那这边飞出来什么？飞出来是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的正位。所以有没有我们第二排朋友有一种冲出矩阵的感觉，就是过去让你感觉到有点不对呀，或者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缺乏了一些什么，好像一些事情啊就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啊，或者你被锁定住了，有些事情在困住你，最近你不会被困住。所以我看到对于第二排朋友来讲，这个金水逆行反而是让我们去冲关和破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有更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反而是很有能量，而且是很有行动能力，很有造诣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羊的能量啊，所以说进入了从我们这个双鱼月跨越到母羊月。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在这个满月过后的一个星期，你们将会感受到你的行动能力和整体认知将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和蜕变。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去复盘，或者说你们会去考虑一下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复盘反而会让你找到一些有可能是 bug， 你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你当下这个计划，或者说你过去做的一些事情进行修复和再一次的认知。是的，你的认知将会被刷新，你将会通过一些有可能是负面的经历或负面的一些情绪去认定某一些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比如说一些事情激怒了我，一些事情刺激了我，一些事情点醒了我同时它也鼓励了我，对吧？那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会看到一些真知灼见。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最近是非常开窍的出现了塔牌恶魔牌的逆位，是你不会被你头脑的矩阵困住，突然的开窍，突然的顿悟，突然的你仿佛周身轻松了，而且你又有能力向前走了，或者说我感觉到我整个人都好了，有些事情我突然想要去做了。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可以去等待一下这个就是突如其来的能量的涌入。我看到这个时间点在满月，就是在我们这个3月中旬的应该是处女满月就是我们这个双鱼月的满月到来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信息Death 死神牌。你第二排的朋友能量是非常强悍的我们看到全都是这个 Major Arcana， 都是大牌。我们再看一下信息是什么样的。The Fool in Reverse， 这也是一张大牌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正位。The World 世界牌，我们遮挡一下。
看一下信息是什么？宇宙和指导灵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 ，The Star 星星牌。好，我们遮挡一下星星牌，这边又飞出来一张什么 ？Knight of Cups and Ace of Swords 是一起飞出来的。这两张牌代表了这个不要犹豫啊。犹豫则乱，关心则乱，所以我们这边呢，一旦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确定了一些什么，要坚决，要坚定啊，要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整个这个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在最近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是你过去有可能畅想已久，有可能你打算跳脱已久，你打算去就建设已久的一些可能性和机会，将会在这个时间段到来。而且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将会破局和破关。比如说一个工作或一个人际关系、一个感情困住了你，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都不知道这个重点在哪里。哎，最近这个阶段宇宙会告诉你重点在哪里。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会跳脱出过去你思维的制限，找到新的灵感和机会，去解决和摆平一些事物。我们这边这个星星牌很神奇，有没有啊？我们这边是 Oh my God，Sorry， 这有一点响动啊。我们这边有一种这个七星连珠的感觉，我们这边有7颗星星啊。然后我们在牌尾这边是金币7号，所以我认为这个七星连珠啊，就是2月28号这个星象，带给了我们第二副牌朋友能量的一个洗刷。不管大家有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悄然的你的生活在发生着非常大的改变。而且你周围的人事物在发生改变，所以最近这个阶段是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重整旗鼓向前再走一步的时候，因为你发现当你迈出一步，这不只是小小的一步，你小小的一步啊，是你灵魂的一大步。当你迈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离开了过去的某一个矩阵，或者某一个思维的陷阱和思维的绑定。比如说之前有一些人说啊，你一定不要离职，或者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下去，或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并不是我们要反抗，而是你的直觉在告诉你什么，你一直以来渴望的是什么，你想要去实现的是什么。我认为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从思维的跳跃到行动的实现，对于我们第二牌的朋友来讲，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因为我看到你找到了自己，这个是你永远的根据地，这个是你永远的大本营，这也是你永远的方向。有些朋友你们是星际种子啊 Star Seeds， 你们来到这一组，我看到其实你们将会和你们高维度的灵魂家族有链接，有一些真正的信号将会体现出来。当然这个并不像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将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神，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跟我们讲什么。有少数朋友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或者说在冥想里梦境里边有这样的一些神奇的经历。不过更多的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的周身能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跟高维度频率的对接会很快。那在最近这个阶段呢，第二组朋友你们首先要注重的就是你的个人感知，只是你的感觉在告诉你什么。也有少数朋友如果说哎，我这是个生活拉住了我，我这个工作金钱，有些朋友可能会遇见一些给我财富的一些关口等等啊。第二排的朋友，其实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很快，而且不难。对于你来讲，有可能只是直接行动一下。如果我们还在蓄力，如果我们还在等，那我们这个还是一样啊。其实生物也是一样的，从播种啊到长时间的这个吸引营养，然后到这个从土地上生发，然后再到蓬勃的发展，蓬勃的茂盛的这个蔓延，其实它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需要的是几个阶段。所以最近其实是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正在破土而出，或者说向上攀升的一个阶段。我认为宇宙在提醒和鼓励你们进行一些突如其来的猛烈的行动，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猛烈的进行一些这个福德方面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可以猛烈的去精修啊，我们可以猛烈的去这个用功啊，也可以一些朋友是持咒啊，一些朋友可能是打坐，一些朋友可能是布施啊，猛烈的去做一些什么。或者说一些朋友是学习，一些朋友可能你打算去走出去去看外界的环境，也可以，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们一旦有了一个猛烈的行动，就会牵发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他们都在渴望新生，
渴望着生啊，因为我们看到有死神和愚人牌的逆位啊，有一些东西有可能默默的了结了，默默的就没有能量了。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哪一个阶段，那已经迎来了过去的一些事情的终结，比如说一些事业、一些团体、过去的一些人和一些交往等等，但是也悄然的、不知不觉的有一些新的势力和能量正在发生。我认为有些朋友你们会看到一些信号，去年的11月，今年的2月，乃至于当下，有一些朋友是不是离开了一些什么？你们在挥别一些什么，或者说一些人呐、一些工作的联合和机会啊，在慢慢的消逝，这代表了新的事情将会产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具体上的一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们这个开牌的时候就讲有这个 Twin Flame 的关系啊，我看到你们将会从一些追逃的、绑定的、镜像的关系里边达到解脱。这个解脱是什么？ Twin Flame 的主旨是让我们觉醒啊，让我们觉醒之后呢，去让我们的灵魂发生辉光，产生光芒。后面做什么样的事业，以及你要不要去合一，这个情爱你要不要去谈？你在情爱当中见到自己，还是见到执念，还是你在破除什么？这个是未来的课题。但是首先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不管在这个功课的哪一个阶段，这个功课都在继续的延续着，它在震荡着。所以我认为有些朋友，如果你没有这个 Twin Flame 或者说是镜面灵魂伴侣的关系的话，最近这个金水逆行，你有可能将会重新的面对它，或你将会在心中去剥落掉你过去的某一个执着和碎片。这个事情如何发展，我们等一下再分析一下。我们先从事业和个人的能量上看一下，金币4号这来告诉我们什么？好 ，Six of Wands 权杖6号，金币4号。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8号的逆位。Five of Wands 权杖5号的正位。再抽一张 Ten of Pentacles。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职场啊、工作环境啊，就是硝烟漫步啊，它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事情、没什么动静、没什么声音，其实呢，暗地里边暗流涌动。有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职场啊和合作环境现在在换血，也有很多竞争，暗箱竞争。然后我觉得这个你们的感觉是感受到的，所以你们会觉得有颇大的压力。不过比较好的就是我看到你们在变得还是一样啊，更加的熟稔和专业。你们有可能也会有更好的这个连结有团队的配合，有一些暗中的贵人会帮助到你们。如果最近有一些周围的人在作乱，在让你们觉得我在被裹挟，我在被要挟，或者说我的位置在被撼动，我的经济或当下我们在这个3维星球上，经济啊物质会有很多的演变呢，或者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锐变，可以说这个变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们第2组的朋友也非常容易去在这当中保持优势，你们是胜利方。但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这当中呢，耗费了蛮多的体能和精力的所以说最近这个阶段是首先呢，大家可以去保守的去做一些作战，做一些部署和安排大家也可以呢朝着过去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迈进脚步。但是我认为你们是胜利的一方，宇宙会保护你们的胜利。金币4，金币10，有些朋友在经济上、物质上会有更高程度这个配合、撮合以及化学反应，所以有可能你们的投资，我说你们这个不动产或你们的一些存款等等，将会向更高的方向呢去飙升提升或者说浮动式的上升和上涨。权杖5号和权杖8号的逆位代表了这个稳中有险，但是险中求胜也有一些朋友你就富贵险中求我认为最近其实大家在职场和经济以及你们的个人事业的操盘上是成功的那这边也看到一些朋友你们会有一些这个组织的变化，或者你们的合作关系发生的变化，有一些冲突、冲击，或者说有一些沟通不良、沟通不畅有少数朋友，如果你们最近要有一些这个出差之类的，难免有一些这种交通的延误，或者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闪烁闪退能量的不稳定。不过我认为其实在结局上来讲，这些能量的组合都让你某一些事情办得更好和更顺。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几分钟的迟到反而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蝴蝶效应一般的变化，结果如果都是我们许愿的良好的，那我认为第2组的朋友你们和宇宙配合就可以了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争取事业的机会，然后你们在
学业啊或者职业当中，你们打算赢得一些 offer， 赢取一些更好的这个投资合作和可能性。一些朋友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话，最近这个阶段呢，圣杯8、圣杯骑士、宝剑4号、Princess of Pentacles and Ace of Swords。我认为最近这个阶段大家需要避免一下过大的行动和跨步。虽然在牌手的时候我们说要行动嘛，要踏出过去的圈圈啊，但是我看到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如果动得很厉害，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反差性的，突然从这个方向180度的移到另外一个方向，怎么样？你会累。首先就是你会太累，再者就是防止太快的做出这个头脑一热的抉择，你们需要谨慎而为之，观察一下周围。所以在我们这个大力行动，我看到第2组朋友，你们怎么也会大力行动的。不管怎么样，到了4月中后半，你们也会有行动产生，甚至非常大的跨步。我们宇宙让我们在选择的这个事情上稍安勿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选择工作机会，我们选择 offer， 我们选择合作，稍安勿躁。因为这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在就是最累和最比如说渴望或者说最心急的时候会忽略。那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要签订一些契约啊，你们在选择一些机会要看细节，好吗？要稳准狠看细节。那少数朋友我认为呢，如果当下你们决定了有做一些变化，在未来的半年啊，如果是慢的话，半年这个变化会形成，还是一样注重细节。然后还有就是注重内心在给你们的一些启示。在这个里边我们着重的是成长和经验，就是我们不看短期我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我们要看长期我们这个经验在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个厚重的经验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加分，有可能会给你们带来更高程度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太轻易的快速的做出决定，尤其是在满月的前后，3月的满月、4月的满月都算了。那还有一些朋友看到最近你们必须要去决定啊，有些朋友说我必须要决定这个月我要不要这个 offer， 我要不要向前走一步，严格着你过去的脚步去做就好了。然后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啊，切记呢不要被周围的人所左右，特别是心急的人在催促你，不管是工作上在事业上、生活做一些事情上，不要被催促，甚至你不要被自己催促，你只要平心静气的保持优雅，保持你的节奏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些事情履行好就可以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故意干扰你，想扰乱你的脚步有些人有可能因为比较，因为竞争，因为妒忌，在试图让你的脚步变得凌乱。那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看得远一点，你就会走得稳一点你就听着他们听得少一点，有可能他们在你眼中这个莫名的一些行动就会变得更透明一些，好吗？那还有一些边我认为这些人有可能并不是恶意的，有可能他是你的亲人，有可能他是你的领导者，因为我们看到 King of Wands in Reverse， 有可能他是一个心急的阳性能量，或他是你的另外一半，还是一样他有的时候这些突如其来的或者有点双引号急功近利，或者说对于你来讲这个或如图的一番催促其实来自于他内心的恐惧。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他的恐惧也印证了他内心当中否认自己和不能认知自己的部分。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保持耐心、有爱和稳定性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做错选择，你们就会火眼金睛我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你们是有阴阳眼的，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最近特别是会很明显的看到一些或听到一些声音吧，感受到一些什么，这个其实是能量的聚合和震动带来的一个相应的像而已我们第2组牌朋友不必要过度的着相和担心以及焦虑，然后你们是被支持和被爱护的。好，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情感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Twin Flame 的课题，我们看一下情感上是怎么样的。 Nine of Wands Three of Swords in Reverse，情感上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的正位，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逆位， The Lovers 有恋人牌，我们再看一张Judgment。 好，2张大牌出现了首先恋人牌和这个审判牌我们都看到大天使，应该是大天使 Raphael and 大天使 Michael
anyways， 这个 Archangel 在给我们什么信息啊？天使会保护你们的爱情，保护你们的稳定关系，保护你的正缘，合作关系都是好的。但我看到其实在这之前，有可能你要经历的是你个人内在的一些挫折磨砺。这边我们看到这些宝剑的卡牌啊。首先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经历一个长期的就是非常挫折式的关系，有可能在感情里边，我们第二组朋友是用情颇深，或者说你们是用情专一，或者说你们进入了一个比如说 Twin Flame 的连结啊 Soul Mate 的连结，你们很难拔出来。所以我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个阶段呢，过去一些我们有点放弃或有点让我们感觉到挫折的这个部分会重新的浮现出来，但是没有关系宇宙和天使在告诉我们，这一切是神圣的安排你们很快会走出这个矩阵，或走出这个纠结和矛盾。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情感关系将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明亮。这边我们看到是女祭司牌 Four of Wands。 如果这是一个 Twin Flame 的关系，如果这是一个或者神圣伴侣的关系啊，让你纠结已久，或当下呢，我们有可能会遇见一些机会去修补它。Nine of Pentacles 代表了，哪怕这个关系呢不具备一个稳定性，你们如果在变得更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繁荣，你们在变得更加的我感觉到是稳定啊，你的内在在变得更加丰富，外在也在变得更加的具有能量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真正引导你走的方向。金币9号其实代表的单身贵族或独善其身呢，女祭司牌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无论感情现在经历什么样的磨砺，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了只有你在陪伴自己这一生，你的这一个个体的经验和个体的这个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金币9号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不必过度的去做什么样的行动去应和。比如说救人出现了，比如说救人这个风风火火的对我们进行了一些这个试探，或者说救人会探出头来。我认为在未来大约3个月过后特别是这个金星和水星逆行，在经历的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我们会进入一些反思，我们会进入一些跟过去有连结相称或者说差不多的经历然后我们有可能会重复一些旧有的认知和观念和情绪你要战胜它。第二牌的朋友，你要强大，这边出现力量牌，你要强大，你才能够拥有爱情，你要强大，你才能够去 hold 住如此就是有作用力吧，或者说有一个反弹力，还是说有摧毁力的一个爱情，你可以 hold 住，你可以拥有，但同时你不能把自己放在里边当成一个献祭，你不能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里边去献祭。所以我们第二牌的朋友，主要我们看到女祭司和力量牌，以及恋人牌和审判牌，这是大牌的出现我们第二牌的朋友，你要去战胜你的小我我看到对方的小我也会出现。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纠葛里边，如果一些朋友问救人会不会出现，我认为他的这个能量在你的周围，有可能这个人是过度自我以及过度的刚愎自负，或者说在情感里边，有可能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跟你相对冲的相对抗的东西。所以这个感情是不一定在你需要和渴望的时候发生，反而是在你经历课题的时候它会定点的爆炸。所以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在看感情的时候是遵循命运的基本的规律去走。如果你最近有事业的事情，你有自己的健康，你有自己的这个个人发展要去捍卫的话，你要去捍卫它。这个并不是你在跟谁去对冲，这个是你生命必须要去经历和打破的，不然你就会在这个循环里边转圈圈。我认为第二组朋友非常好的就是今年你可以转出来今年有很多问题你可以发生质的飞跃和调整，而且就是在未来3个月当中。这边我们看到国王牌配女王牌，两个都是逆位然后还配有这个金币2号，这个也是一个阴阳之象，所以今年有一个阴阳相吻合的感觉。其实你的发展和成功也代表了他的个人发展和成长。我看到其实你们在更加相辅相成和能量提升的过程里边，才有能量和力量，或者说才有这样的一个机缘跟对方重新的去进入一个界面去结缘。所以我看到如果在一个断联期或在一个磨砺期，或当下在一个感情的就是不舒适期，反而这种不舒适状态让我们加速的成长，也让对方加速的成长，也让对方加速的独立，也让我们加速去完成我们的行动，完成我们的蜕变。这个浴火重生是凤凰，我们浴火才能够真正的去觉醒我们的真知和能量，不然我们还是
肉体凡胎我们停留在我们当下这个3维的界面里边。所以更多朋友，我认为这个成长是需要让你们去坚定和果决的。这样讲，其实对于第2排的朋友来说，很像是一个这个说教啊。我看到，如果从事实客观上来讲，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发展挺缓慢的。有些朋友你们会有一定的联络和连接，但是2个人态度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改变。但是有一个机会啊，机会就是我们第2组牌朋友，你愿不愿意主动发生改变？比如说你以前是阳的能量，你愿不愿意让自己变成相应的阴性能量？这当然不是说在性别上发生改变，是态度上。你有可能从过去的这个，比如说你是追逐者 cheeser， 你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柔软，你有可能变得被动，你有可能变得愿意去 surrender 臣服。如果你是一个 runner， 你是一个逃避者，有可能在最近你会变得对于你的生活更加主动，你有可能愿意去认知到你的感情。这种转变是悄然的，当你发生的话，对方就会发生。因为我看到很多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感情当中是一个连带关系而且呢，有一些朋友断联很久，但是你们没有在5维度在高维度上切断这个连接，这个连接始终存在的。所以就是这么的微妙啊。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没有遇见 Twin Flame， 我在一个单身状态， King of Cups Ace of Wands， 春天呢是你去觉醒自我的时间啊，找到你的个人能力觉醒你的个人专长的时候。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啊，你的爱情在来到你世界的路上，但是呢绝不是你在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窗棂啊，渴望爱情的时候出现的，是你在寻找自己，是你在突破自己，甚至是在你做事业呀，在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出现的，或者说你在去保护和捍卫一些你的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等等。所以爱情呢永远在路上。那我们第2组的朋友，今年我感觉在未来的半年之后有可能感情的发展会非常的快。而且这边有一些阴错阳差，比如说时间还没到，那天时地利和人和缺了一些。我们第2排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金水逆行的过程里边，有可能也会和旧人发生一些纠葛或者说一些旧的事情会重新的崭露头角。宇宙在告诉你，你要看到你拥有什么，而不是缺少什么。你要无条件的因为这些拥有而爱自己还有就是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让你不满足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圣杯9的逆位，反而是看到让你满足的地方。这样的话，以这种感恩的形式，我们的满足会扩张，包含了你的个人情感和爱情以及跟人的连接会扩大。好，我们第2组朋友也迎来了转运出现了命运之轮，所以在不经意的期间，有可能一些跟你们真正有缘和可结缘的人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但是爱情的发展有可能还在一个春天播种的阶段所以我们在春天呢，首先是整理我们自己紧接着就是平等仁爱首先这个仁爱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好不好？平等的去爱我们自己，爱周围。然后我认为有一些朋友，你周围有一些人在向你们示好，或者说在给你们机会，但如果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你有资格以及你有这个力量去拒绝。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在人生里边仿佛偶尔在做一些选择题让你们感觉到非常的二元对立和纠结。你永远都有时间和机会，所以在这个逆行的时间点，不要太快的去做决定不要激动我们慢慢来。第2组牌朋友，我认为你们的行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行动之前呢，宇宙在提醒我们去以爱自己为原则进行三思。第2点就是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在未来的1个月开始遇见很多机会，你们将会有出行遇见新的人遇见新的合作，或者说在情感上有新的发展的机会。宇宙在提醒你们做新的自己，你的机会也是新的，哪怕是和旧有的连接在一块儿，这个连接和这个能量场也是新的。星座上来讲，我们第2组的朋友火象土象是比较多的，摩羯金牛处女牡羊射手狮子座，这边有水瓶和天蝎座，双子座。好，星座是一个参考，还有双鱼座星座是一个参考。然后我看到你们的光明不远了，就在前方，所以大家给自己我觉得是一个沉淀的时间吧，在这个金水逆行的时间，大家可以沉淀一下重新出发，好吗？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1张牌我们看到的是 Taurus， 我们看到是金牛I have。
我们刚刚看到金币王后的逆位啊，配上圣杯九的逆位，这个卡牌已经收起来了。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信息是，第二组的朋友，你要 focus 在你有什么，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会持续的带给你能量。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加之于很多感恩，有可能你在物质上和你在拥有这件事情上会变得更加有安全感，能量也会变得更加丰盛。金牛的这个能量代表了我们这个太阳到金牛的月份是5月，我们金牛座宝贝的生日月啊。所以4月尾到5月，我们第二副组白朋友，你们在有可能是金钱的格局、财富的格局和个人的实力上将会有所提升。有些朋友会升职加薪，有些朋友会遇见能量更高的机会，所以你将会拥有你想要的。这个地方也代表了我们要去感受到的是金星啊，因为金牛座的这个守护星是金星加木星，感受到我们个人的幸运和幸福感在哪里，充满幸福感和充满了这种饱满的这种拥有感，你将会拥有更多。你们是值得和配得的啊，这个感受需要长期进行培养。所以一些朋友，你们也可以用比较好的或者说有质感的这个物质啊，或者说生活当中是食物啊，或者说精致的一些生活习惯，让自己感受到你们的这个能量在提升。那第二张呢，我们看到是10号牌 Red 告诉我们什么？ Forgive， 让我们去原谅。我们这两张牌有没有这个神态呀和这个好，这个姿态都是很像的。所以第二排的朋友啊，你的这个脚下和你的能量场上全部都是果实。这个果实当然也有就是过去的腐烂的，或者说已经没有能量和生命力的。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在正在拒绝的，或者说正在怨的，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你 hold 住的这些停留在你的脐轮和海底轮里边的情绪在哪里？有可能这和你的原生家庭和母亲相连接，这也是你拒绝的一个部分。你在拒绝什么？你在抵抗什么？你在抗争什么？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们第二排的朋友需要把这个沉重的负担放下。它有可能是你在你的精神事业当中结下和种植下的很多果实，但有一些果实是没有营养、没有能量的，有一些果实是有毒的。所以我们这两张牌代表了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时间需要轻装上阵，你们的成长是需要去舍弃和放下一些什么的。那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如果你们真正的爱自己，你们真正能够共情和接受自己，你们真正接受自己的广阔无垠和丰盛，那你们就必须要放弃掉某一个情绪的包袱带给你们的挤压碾压，甚至呢遮挡了你们一部分的视线。我们第二排的朋友有很大的营养和能量，可以去生发非常有营养和有生命力的土壤，所以你们未来将会有你们的庄园。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 red 我没看到这个也是红色啊。好，这个红色是一个警示色，让我们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去理解到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冲击的点在哪里，去有营养的释放掉它。大家可以一步一步来做啊，特别是在满月的前后，大家可以去释放一下你们内在的纠结和不肯定，或者说不安全感，或者说你们在恨哪一个人和哪一件事情呢？你们愿意放下它吗？你们愿意重新给自己一片清新的有空间的庄园，重新的种植你们的果实吗？你们可以重新种植出爱希望，你们可以种植出无条件的宽容慈悲，你们可以种植出爱你的人，给予你能量和机会的事物。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开心、平安和幸福，整理好你们的内在世界，宇宙也会祝福你们，一直以一个稳定的，然后坚实的脚步向前去发展。祝福大家一切都好，在金水逆行的过程当中，也找到我们完整的一部分，然后去让我们拥有更多。当然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抛弃和释放掉一些旧有的东西。我看到你们成功了啊，这边出现恶魔牌的逆位和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代表你们成功了，所以大家呢是成功的向上和成功的在进展的。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和连接，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我们大天使梅特隆的几何图形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金星水星双逆行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和指导灵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以及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这个13维度的几何图形啊，
高疗愈、高能量的几何图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把我们的副牌也摆在这里啊。首先看一下主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的是7号 Bluebird Spirit 啊，是我们的蓝知更鸟精神 Happiness。蓝色知更鸟对应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当中的喜鹊啊。总之呢，在这个樱花和桃花绽放的时节，正在带给我们喜讯。然后呢，在这个背景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独角兽，非常的可爱。所以呢，我们的蓝知更鸟正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春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是会有喜讯、好消息。有些朋友会有新的升职加薪的机遇啊，有些朋友会有桃花，会有新的朋友和友人进入你们的视野。在这个7号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灵性能量的爆发和提升。所以生命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良性的转变。不管这个时节啊，我们是不是会有这个水星的逆行啊、金星的逆行啊，还是什么？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这个春天给你们带来的是活力、喜讯、快乐和滋养。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在最近啊，马上就要这个可以说是鲜花烂漫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桃花和樱花要绽放的时节，出去走一走，连接一下森林、土地和飞鸟的能量。我相信第三组牌的朋友会感受到，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将会出现这个金光闪闪的，会让你们感受到非常具有活力以及可喜可贺的好消息。在这张牌里边有感受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好事将近。有些朋友我们刚刚提到了升职加薪啊、桃花呀，或新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等等，这是一个鲜花烂漫绽放的时节。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也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遇见让你们欣喜和让你们惊喜的好消息了。这个消息好像现在就在你们的窗边，就在你们的窗棂上，就在你们的门口，仿佛你们一推开门就会看见这个时节将会带给你们一些新的，或者说奇特的、特有的，对于你们非常有利和有滋养能量的喜讯和好事。那我也看到第三组朋友啊，神灵非常的爱你，所以有可能你之前的一个愿望，或者之前许过的愿望将会被实现。Happiness 是幸福，是非常有质量的一个，可以说是心灵的能量的体现，也是你们的感受。所以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可以让自己多去感受一下，让你们感受到幸福感的事物，比如说自然、花草、树木、动物等等。我看第三组朋友，你们将会招引到一些好运和喜讯来到你们的世界。飞鸟其实也代表了沟通，它在其他的神谕卡或者说我们这个雷诺曼当中，其实也代表了这个远方的喜讯啊，或者说它代表了一些信件式的、信函式的交往等等。所以有些朋友，这个好运和好消息有可能会进入到你们的 email 里边，进入到你们的手机里边，进入到你们的简讯里边。有可能一些许久不联络的好友，或者说一些人物啊，或者说旧人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总之呢，这些人的出现也代表了桃花绽放的象征，代表了人缘、贵人运、桃花运等等。所以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金水逆行的期间呢，我们的个人能量场将会是怎样的？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honesty， 诚实，忠诚，诚实的去接纳我们内心的声音。有可能一些信息不一定从周围的人那里传出来是真实的，会被我们得到一些比如新闻呐，一些传来传去传到我们这一边啊，信息这个搭建起来的一些桥梁进入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信息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内在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接受的，什么是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值得去肯定和值得去参照的。我们可以从我们内在得到真实的消息。第二章呢，我们看一下Courage， 内在能量。这两张牌集合在一起啊，首先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三眼轮是非常能量和活力非常高啊，所以最近我觉得有一种洞穿时事的感觉。当下这个天下在你们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容易被你们感知和体察到真相。第二点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个阶段我们因为一些真正实在的事情绊住了腿脚，没有办法特别直线的，或者说特别暴露我们真实意图的向前去行动。那我认为第三副牌的朋友，最近你们有可能会更加的直奔主题，有可能你们会排除掉旧有的一些干扰，而且最近呢，你们会觉得你们在做一些行动和一些决定的时候变得更加爽利，更加有自信。
因为你们找到了你们内在能量，并且非常的可以说是勇敢，可以说是扩大你们能量场在面对它。这个能量和声音来自于你们的内在。我们可以看到，从海底轮、脐轮到太阳轮的能量啊正在生发，并且呢，这个声音会组合，告诉我们第三组朋友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对战一些事物，或者说应该怎么去解除我们的困扰。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最大的贵人是你们自己，是你们内在的能量的涌现。而且我看到，其实最近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下三轮在被捍卫的更加的踏实和妥帖，有可能你们会更加 grounding， 更加接地气和接大地，或者说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去考虑这个从外而内的它的这个事情的布局啊、影响啊，或者说发生的一些旧理等等。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当下是非常有能量和能力去调整你们自身的，不管是你们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跟人的链接上，我认为你们在变得更加有存在感，你们也在变得更加有这种掌控意识，或者说控场意识。在2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可以非常诚实的去面对你们内心的声音，而且有勇气去突破一些旧有的困难，或者说困局，或者说困住你们的局面，我认为就不再存在了。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对于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是非常利好的。有可能周围的一些混杂的事物重新组合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金星水星的逆行啊，有一些事物在重新的，有可能是回炉重造，有可能是重新的回温，或者说让我们重新要去思考，以及有可能有一些事情在打结。但是对于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说，你们反而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去洞悉事实，而且有勇气的去进行属于你们的一些能量的推拉，或者说进行一些挑战和进行一些事物的处理。我觉得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能量很游刃有余，而且是非常直接的，我认为这个是不弯绕着。还有第三组的朋友，就是在最近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在倾向于你，在变得更加利好，比如说职场上啊，比如说合作上，比如说你的个人实力上，你们将会凸显出你个人的一个真实的色彩，我认为是非常撼动外界的。所以最近拿出你们非常真实的一个样貌状态来去连接也好，去表达也好，都是一个对的时间点。那我们这个 honesty 其实也在也是一个能量啊，在连接我们的喉轮和我们的三眼轮，所以你们可以去讲出一些对于你们有利，或者说你们正在去观察的事实和实相，来帮助到周围的人。反而在你们的眼中，或在你们的视角，有可能你们会观察到一些实实在在的真实实实在在的真的方法和真的某一些事物运行的内在旧理和内在因果。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很有智慧的，有可能过去一个时间段你们不愿意去把这个智慧轻易的展现出来，或者说你们还需要去酝酿一些勇气和经验，或者说一些位置、一些地位等等。我认为在这个春季你们不需要任何周围人的认同。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轻易或者说更加容易的会去接近成功和接近被人看到。也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站在舞台的中心，或站在这个聚光灯下。我认为呢，宇宙会给予你们勇气，所以过去一个时间段你们在建立的，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不敢去突破的，你们在犹豫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会被打破。这是一个很好的春天啊，对于我们第三组牌朋友来讲，有些朋友也可以华丽转身去跃升，或者说换一个轨道。也有些朋友你们会接受到新的工作机会呀、新的合作呀，或者说你们会展露自己。那我们看到你这个蓝色知更鸟蓝鸟和我们这个 honesty 连接在一起，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喉轮震动，有可能最近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人谈话，有可能你们会成为很好的这种沟通者、聆听者，有可能最近你们会有一些机会去演讲和发表你们的观点等等。我看到这个结果都是成功的，会展现出你们的智慧、魅力和与众不同啊。所以第三组朋友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在最近这1个半月，我们金星水星逆行的时间段啊，我们看到是 Four of Wands， 这边出现的是第 Hierophant 教皇牌，然后教皇牌的下面我们看到是一张 Death 死神牌。好，我们继续抽牌看一下信息是什么。好，飞出来了 Page of Swords。我们继续抽牌 King of Cups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魔术师的逆位 Eight of Swords。我理解了，有些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我看到你们酝酿已久的一些事情啊，
将会有这个端倪，有这个机会出现。但我认为第三组朋友现在还有一些事情在阻碍你们，有些让你们言不由衷的部分。那最近这个阶段呢，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整个人的意识和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这个了知程度上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我看到你们头脑在更聪明，而且你们在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更加容易抓到主题，抓到重点。我认为第三组朋友最近这个学习运和感受运以及在灵性成长上这个提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还是一样啊，有一些让你们言不由衷和不能够去控制的部分，你们有可能会抱持一定的保守和一定的顾虑。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在这张 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上面看到一只蓝鸟，没有？然后我们的组牌也是这一只蓝鸟，然后我们的这个信息里边有 honesty， 所以这个牌代表了一种可以说 double or triple confirmation 啊，或者说多重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的确认。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可以骗过任何人，你不能骗过自己。所以有一些让你接近幸福的可能，有一些能够让你去接近幸福的机会，让你去理解自己的机会，千万不要忽略，或者说我们选择无视和选择放弃。我们把这个信息一起来看一下。I can't always accept the truth from others, but I can accept it from myself. 好，我们指的这个是什么啊？真相，或者对于我们灵魂有益的，我们想要追寻的一些点。所以说，我们有可能不能在其他人的身上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或者说我们三维世界的一些沟通啊，弯弯绕的。我们有的时候要通过这些言语的，有可能是矩阵啊，有可能是一些这个表面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有障眼法，看到这个当中的真相。但是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冰雪聪明的，你们可以直接去了知和理解到一些人的意图和真相是什么。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理解自己你们在当下更接近一些机会去更加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拥抱自己其实是一件让你们幸福的事情，也是容易让你们去走出一些牢笼，或者说走出一些固定限制性想法的好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个宝剑8号，魔法棒和这个魔法帽都在你的眼前。那是什么困住了我们呢？是限制性的，这个有可能是视野，限制性的想法和限制性的念头。所以我看到在这一组里边，这1个多月里边，其实是有一些神圣的召唤和指引，其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突如其来的醍醐灌顶，或者说改变我们过去的想法。因为这边我看到有圣杯国王和魔术师的逆位啊，如果我们在哪件事情上打结了，比如最近不管是学业上的、事业上的、个人发展上的，还是跟某人的一些接触啊，我们打结了，代表了这个件事情里边有限制性的意识和观念，这代表了有可能我们没有在这个表面的一些沟通和文字，或者说意识的接触里边去找到真实的重点和自己。我们这个女神本身也是蓝色衣服，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三组朋友真实面对自己是在水逆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认为这一套的这个能量会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首先是平稳的去完成过去一些我们要完成的功课，再有就是死神牌代表了我们跟一些没有营养的，或者说不需要再去深究的事物一刀两断。比如说一个阶段的纠结，一个阶段的这个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怀疑，或者说有一个阶段我们被一些谎言和一些假象蒙蔽了。我认为在这个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里边，你们不会。那有些朋友会说，我最近会不会面临一些血淋淋的真相啊？真的有人在骗我吗？第三组的朋友，没有人能骗得过你们，因为有可能你们在用你们的意识在骗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周围有一些人，如果在给你们一些迷魂阵呐，再通过情绪绑架、情绪勒索呀，再让你们去做一些什么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最近会感觉到你想要去找到一个事情的脉络，但是有一些人在干扰你们，有些意识在干扰你们，你们可以去突破它。好，这个是我们这几张牌的重点好，我们再继续抽牌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要给到我们呢？好 ，Star in Reverse， 星星牌的逆位。好，我们再继续洗牌看一下Queen of Swords in Reverse， 宝剑王后的逆位。Eight of Wands， 权杖8号的宝剑国王。好，我们继续再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
好，第三组朋友啊，这一张牌代表了最近这一个阶段呢，你们会快速的去理解到一些你过去有可能有一些幻想、有一些滤镜的人，他们的真实的状态和面目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阶段也有些朋友，你们会选择，比如说断联，或者说选择离开一个状态，或在意念上你会选择我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离开这样的一个绑定和锁定我的事情。所以这2张8号牌配上王后和国王牌的逆位，水星逆行里边一些沟通当中的不管是卡顿呢还是摩擦呀，看起来是不容易避免的，或看起来它是比较真实会呈现的。不过这个里边其实也有好的部分。Ace of Cups 帮助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啊，真正的去理解到谁是真正有善意和善念的人，谁是在跟我们的交集和交往当中有可能一直在破坏我们的能量，违背我们的最初的目标，或者说是让我们产生限制性的想法，让我们无法自信的。所以这个暗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进行 gaslighting， 对我们进行所谓的这个 PUA 之类的人啊，有可能或者事物会在最近这个时间曝光出来。那我们第3组朋友是非常容易从这当中解困，或者说摘掉滤镜的。我看到有可能一些朋友，这个是你的工作或你的一个愿景，这有可能是周围的某一个长辈或一个有光彩的人对于你的某一种笼络，对于你的某一种意识上的影响，或者说某一种简单的操控，甚至有可能这是我们的家人啊，有可能对我们有非常高的期望，同时呢，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价值不够，或者说我们现在不够优秀。我觉得第3组朋友，不管这个缘由来自于什么，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破掉它，而且你们会重建你们的一个，有可能是希望，有可能是你们的显化，有可能是对于未来你们的一层追求。所以我看到在过去让你们失望的事情，过去让你们觉得某一段时间它是稳定的事情，会在这个水星和金星逆行的期间让你们跳跃出这个安全区域。不过我认为这个能量其实对于我们第3组朋友是利好的，对于我们是好的，好吗？还有一些好的消息啊，就是突如其来的会有一些好的机会、惊喜和喜讯啊。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争取机会，不管是工作呀，还是说交友啊，还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当中，会有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产生，而且有可能是跟过去不大一样的。所以第3组朋友在最近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惊喜到来啊，这个有点意想不到的意思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是惊喜，一定不是惊吓，因为我们看到圣杯1号是宇宙对我们的爱，是宇宙给予我们的一些支持，所以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去期盼这一点。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我们啊。 Ace of Wands, the Hanged Man, 2 of Wands, Wheel of Fortune, 2 of Cups。 第3组朋友，你要选礼物，这个是你可以去选择礼物的时候，所以最近这个时间段你们依然可以发愿。而且呢，我看到在4月到来，特别是就是未来1个多月开始啊，我们第3组朋友这个转运会集中的出现。我看到你们会走出去，你们会交新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在你们的这个视野和空间里面会看到更好的合作。如果在寻找工作机会的朋友走出去啊，就是看到你的这个业界以外，或者说你的这个范围之外一些新的可能性和机会。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出行运很好，有可能会有人来邀约你们，有可能3、5好友，有可能是跟我们想要去拉近关系的一些亲密伴侣等等。总之有一些朋友我认为在最近这个就是春花烂漫的时间点，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会走出过去的一个固定的，或者让你们去消耗的，或者说你们已经向往已久还没有来得及踏出一步的，有这样的一些好的机会和好的这个能量场会出现。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要向往未来，你们要看得更远，然后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当下，哪怕有一些朋友会说当下看起来还不错，或当下有可能我再努力一下就不错了。不，当下只要你看得更远，只要你想要的更多，宇宙就会给你更多。所以我问第3组的朋友，你们不需要让自己用多劳多得，或者说消耗以及等待的方式去畅往未来了，未来就在现在，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门口，你们需要打开你们的大门。也有些朋友比如说你们想要转职已久啦，你们想要去
做一件事情已久了，你们想要去一个地方很久了，未来这1个月你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们可以去为了自己做一定程度的冒险和计划，因为我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收获太好的结果了，你们会收获这个世界给你们的爱啊，权杖1、权杖2、圣杯1、圣杯2，你们会收获新的机会，这个权杖8号和命运之轮，你们会收获新的惊喜，甚至你会为自己建立一些新的目标，你会有新的向往，所以这个里边有非常好的一些能量出现。那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会收获工作的 offer， 有可能是来自远方和其他的这个赛道或行业的，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会搬家呀，一些朋友会选择学习新的这个专业，有些朋友你们会交到新的朋友，或者一些朋友你们会疗愈和学习疗愈。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打算积攒金钱比如说攒钱呢，我有一个小目标我想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可以实现。所以我觉得宇宙给予我们太多了，那在这边呢，只要你们需要和需求的话，这边呢宇宙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订单你们将会 make the deal 你们也将会去完成这个可以说是能量的交换，只要你们许愿和发愿了，宇宙会送给你们。圣杯2号和圣杯1号代表了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其实情感运是不错的，尤其是跟新的人或者说新的一些可能性当中你们在感情里边会有缘遇见灵魂伴侣或是伴侣。当然我看到这个里边是有转折和转化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跳脱掉那个固定的或者说过去那个区域，或者说你们终于可以甩掉一些让你们疲惫和复杂以及纠葛的这个能量了。在事业里边在生活里边都有一种然一心的感觉，那这个感觉也会带给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能量的支持。我认为你们可以坚定走你们的路，而且之前谁说不行谁说不可能，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是在偷偷向往但是不敢去往前走的话，未来这1个多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家可以走一下。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行星逆行的时候，能量也会从侧面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布局，我们客观环境会发生变化，周围人的意识会发生浅层的变化。那在深层次来讲，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更有勇气，我们的个人能量更强悍，比如说我们更加诚实和更加勇敢，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诚实加勇敢嘛，对不对？我们更加诚实更加勇敢，你们会成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们会成为第一个到终点的人，你们会成为第一个获取幸福的人。所以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要不要？我认为你们太值得了，而且如果你们现在有一些决定和计划的话，一定要去做宇宙来告诉你们，就是结果是成功加成功加意外之喜的，所以有一些惊喜在你们的一些决定背后。尤其这些朋友，你们想换工作，你们想搬迁，或者说你们想要去学一些什么，你们想要去接触一些什么这些积极的变化都可以给你们带来非常成功的，然后非常快乐的，然后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些可能性。所以第3副组牌朋友千万不要在最近特别的墨守成规和打断自己，或者说否认自己或者说你们在阻止自己等等，千万不要。我们看一下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先看一下吧，在这个事业和我们的这个经济方面怎么样我们可以分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第一张是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第2张呢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的逆位，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的逆位， Seven of Swords。 我认为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是你们最近有一种就是争取无力的感觉，或者说这个计划比较长，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有可能学习了很多，观察了很多，但是反而会让你静下来和停下来停滞太久了。那最近这个满月过后是你们行动的时间点，满月呢是周末15号左右，过了满月，过了我们这个上弦月的这两个星期，有更多朋友我认为你们会有一点一飞冲天的意思就是阻止你和有可能有点卡住你的事情会淡淡的消失，而且那种挣扎感和那种迷茫感我觉得会结束。事业的布局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看到有可能第3组的朋友，你们需要脚踏实地的进行一些实践和做起来或者说开始进行这个运转。这个运转是否是成功的呢？我认为是成功，但未必是成熟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第3组朋友尝试的机会已经到来，而且我认为你们并不需要有太漫长的一个目标，比如说1年、2年、3年呢你们可以看到短期的这个收效是什么，比如说1周、2周、3周，比如说我们尝试或者学习1次、2次、3次，比如说跟着你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直觉和探索
通过一些时间让你们去收获勇气，通过诚实的去面对自己，诚实的去行动来收获一些勇气。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并不是马上就要一蹴而就的时候。权杖国王的逆位代表了你们不需要有太高程度的这个目标和探索。相反，我们看到这个Page of Pentacles 啊，侍从牌的正位，让我们看到宝剑9号和圣杯5号的逆位代表了没有事情让你们失望，没有事情让你们丢脸，没有事情会让你们沮丧，有的只是你们对于自我的某一种打压和管束。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打算去争取一些机会啊，你们打算去找工作，你们打算去找合作，你们打算去做副业，我认为你们其实在智慧和技术上都是成熟的，你们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认为这个结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我觉得宇宙会给你们打一个包票，好吗？还有一些朋友不要急啊，不要急，最近这个阶段是慢慢来的时候不能保证是哪一天突然的你就会有非常强烈的行动力和勇敢，或者说会有很强的灵感。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直接尝试一下，好吗？然后在金钱上，我认为是一步一步来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外财的机会啊，和突如其来这个偏财运的机会。如果说在金钱上大家打算去进行一些提高和提升的话，善用周围人给予你们的帮助，你们周围是有一些贵人和想帮助你们的人的。而且我看到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最近在资金周转和一些合作上，一些旧的势力和旧的这个方法有可能无法帮助到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第三组朋友，你们身上是有魅力的，你们身上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就是吸引人来跟你进行合作和商讨这样的欲望的。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的实力是不可忽视的。现在呢，我认为一些朋友会打算去通过过去搭建的一些人情关系、人际关系来进行探索。不过最近这个金水逆行，相反有可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一个重组，过去走的比较亲近或者说沟通比较好的，有可能最近这个阶段会有一点挡住、卡住。但我也看到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反而会重拾你们的一些天赋和你们的一些技巧和技法，重新的去惊艳和震惊周围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阶段反而是再一次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强调了你们的光环在哪里，你们不可替代性在哪里，你们价值在哪里。所以大家可以，我认为是放心的去展示自己啊。还有就是我认为你们自己是自己的贵人啊，你们的世界里边的贵人和能帮助你们的人，其实都来源于你们的高光和能量，因为这个能量周围的人会聚集在你们周边。所以不要忘记了，你们才是这个所有世界能量的中心以及始作俑者。看一下感情是什么样的啊？看一下我们第三组朋友的这个个人情感能量是怎么样的。Two of Pentacles， 我们的牌都划出来啊。好，我们整理一下。有些朋友最近是有一些犹豫、摇摆和选择 ，Eight of Cups， 然后我们第三组朋友什么都没选，逃避，Six of Cups， 我们有可能在想念一些旧人啊 ，The Hermit， 而且是藏起来淡淡的想。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要行动的欲望，或者说有些事情你们会重新考虑，并且呢赋予一些事情新的意义。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战胜旧有的一些事情带给我们的纠结我认为你们将会通过时间证明一些事情的价值和你们个人的魅力在哪里。最近我认为第三组朋友比较独善其身呢，而且你们比较想要去追求内在更高的价值，也包含了你们在酝酿一个勇气。所以我认为在情感上看起来有点不作为，其实你们在变得更加有疗愈能量，你们在变得更好，然后你们也在从过去的一些情绪化里边抽离出来。我认为一个阶段的独善其身代表了你们在下个阶段能量是非比寻常的，而且已经有人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你们的光环，就是看到你们的优秀，看到你们的魅力。除了在外表和气质啊，或者说这个身材和地位上等等，有很多人在看到你们真实的魅力的点在哪里。所以我认为真心爱你们和想要陪伴你们的人将会走到你们的身边，这个是你们一直有可能是等待的，或者是一直你们在经营和维系的，或者说你们当下好像有一点顾虑会不会有，或若有似无的，宇宙在告诉你一定会有。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宇宙将会赋予你 happiness， 会赋予你幸福啊，还有就是桃花。所以我认为想要跟我们第三组表白的人基本上在你们门口在徘徊和周旋着。那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当下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金星和水星逆行并不是投入感情的一个理智或者说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有点
晕船，有点上头，有点头脑一热，会做出一些选择，而在逆行结束之后，反而我们会后悔，或有时候觉得，哎，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或者说我们在买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因为金星逆行了，我反而不喜欢这个颜色，我反而是不喜欢的。所以我看到，其实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其实是比较谨慎的，而且确实容易犹豫和摇摆。少数的朋友啊，我认为旧人来袭，或者说你们想要去找旧人，这边有圣杯往后的逆位，这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收到一些旧人的信息也比较正常。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的这个就是情感的光明的大门，其实是在你的前面不久的一段路程上，所以金币5号到我们的战车牌出现了选择。这边啊，是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呢？那我们这边是金币2号，我们到底做哪个选择呢？有可能选择在未来能够成立，或者说在我们这个逆行结束了，比如4月到5月期间，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上半年啊结束了某一个时间段的困扰，或者说是徘徊，你们会真正做出选择。所以感情上 Three of Swords、Nine of Cups， 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在学习，好像在学习如何自处，你们在学习如何忘记，你们在学习如何自己提供给自己非常高的价值，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珍贵的。你们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重新的了解和遇见自己，重新的陪伴自己，做你最好的一任恋人。也有更多朋友在这个阶段，你们会选择独善其身，或哪怕有很多人来跟你们搭讪，你们会害怕这个能量是不纯真的，有可能这个能量里边有很多的私心，有很多的意念，比如说我想要我又不想要，我想要去纠葛，我又会后悔，就这种我认为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是一种动摇。那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最近会不会有桃花？我认为你们桃花其实是蛮多的，而且会有一些这个质量不均等的，有可能是偏桃花，有一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桃花出现了，你们需要观察一个阶段。但我认为宇宙会给第三组朋友打保票，就是你们的真的爱情会到来，真爱会到来，而且在下半年里边会变得非常的明朗。而且谁要在未来陪伴你们，你们是否在未来会有一个决定。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打算去有一个 baby 呀，你们去创造一个家庭，你们有可能要去领养一些宠物，要去在哪里定居的话，有可能在下半年你们会做出真实的决定，而且我认为是不会后悔的。这边有恶魔牌的逆位，我认为这个金水逆行是让我们去解脱一些执念和直面内心真实声音最好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些朋友在现实里边有一些感情是受到挫折的，看起来是有一些距离，或者看起来有一些现实里边的困扰，或者说一些关系是比较暧昧的。我认为最近呢，强烈的吸引依旧存在，但是真实的这个发展有点缓慢。不过我们感谢宇宙给予我们的保佑和支持。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很晕船，我们发展的很快，相反有可能在逆行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相对的衰竭，有可能是相对的我们能量的耗泄。所以我认为保持住我们的能量，最近这个阶段适合我们修身养性，调整我们的身材，然后去调整我们在就内在的知性和意识上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的美从内而外，我们的帅气从内而外嘛。一些朋友我认为你们会焕发青春，有可能你们会建立一些非常健康的饮食、运动和生活状态，有可能开始早睡早起。有些朋友我认为你们在最近就容光焕发，恢复青春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最近如果你们在补身体然后你们在做一些学习，你们在冥想，你们在学习一些艺术然后文字或者说学习一些绘画等等，然后这个灵感和质感是非常高的。其实你们在专心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吸引到周围的人，你认真的你们最美丽。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阶段是自己爱自己的阶段就是周围的人是如何欣赏我们，又是如何爱我们的，我们暂且不论，我们要给自己创造快乐。当你可以成为自己快乐的这个制造者的时候，谁跟你在一起，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做什么，你选择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哪里定居，你都是快乐的。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最近这个阶段你要成为自己快乐的能源。我们第三组朋友可以多去接近太阳和自然，太阳、大地和自然会给你们能量好看到还有一些朋友最近会有一些暧昧关系，会有一些不明确的这个人在你们周围他们被你吸引了所以说你会看到好像有一些暗流涌动，但是又没什么反应第三组朋友不必刻意去追求某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个人投射给你好感的结果，就他对你有好感，不一定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也不必去沉迷，也不必去花时间和精力，只要你在经营自己，这样的人事物是络绎不绝的。
主要如果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比较稳定而坚实而健康的感情，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这个能量的建设。我认为最近第3组朋友，你们在变得更加优秀，你们在变得更加的有见解，然后你们也在变得更加有目标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你们内在开始。而最近这个阶段呢，如果你认为你的感情对象或者你在喜欢的人他欠缺一些勇气，他欠缺一些什么，其实也是给对方一些时间重塑自我的时候，一些耐心，或者说一些锻炼，或者说一些纠葛，其实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代表了上一个阶段一些负面的经历和体验在结束，我们也在给予自己和对方新的能量，让这个事情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以这个金水逆行为一个分界点，或者我们可以以这个满月为一个分界点吧。什么时候的满月？我认为下个月的满月更好，就是牡羊座的牡羊月的满月对应的是天平满月。这个天平满月其实会带给我们 harmony 和谐，然后 romantic 浪漫，有可能会带给我们在情感上更多的支持。所以当这个月比如说这个3月有可能我们在行进的一些事情被卡住的时候，也代表了下一个月有可能我们的感情会走得更顺更好，有可能突如其来对方会想清楚和想通，有可能我们的一些误解在时间的作用底下会慢慢的抹平，甚至也抹平我们的伤害。所以我们第3组朋友还是一样建立健全的自我之爱的机制，幸福和充实起来。我认为宇宙一定会在这个时候也给予我们相等和相应的礼物或者是鼓励和赞同。我们第3组我们抽了很多牌没有收起来在这个星座能量上看到有射手座天蝎座，然后这边有一些水象星座，双鱼、巨蟹、天蝎，风象星座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会出现在这一组。星座是一个参考其实第3组朋友的这种水象能量还是比较强烈的。也代表了有可能水星逆行给我们带来的是比较强烈的震撼，或者说思想上的风暴、扭转等等我觉得你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这是正向的，好吗？好，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Black Moon 我们看一下这个占星卡牌，抽到是38号 Earth Element， 我们看到是土元素stability 稳定。我们在这个阶段是求稳的阶段，所以更多朋友我认为你们会 grounding， 你们做事情有可能会更加有顺序有计划，而且你们这个目标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果会变得更加夯实。宇宙也会送给你勇气，让你去找到你内在的能量，去稳住我们的下3轮。所以我认为在下3轮稳住的时候，我们这个现实感会增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更有把握，更踏实，我们自己变得更靠谱，有更多事情呢会变得更按部就班。然后我觉得第3组朋友你们的个人能量在从当下开始这半年在变得越来越稳，所以有可能土能量的涌入也代表了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边这个经济做事和跟人交集的时候会发生更多稳定的这个能量的互融。在土元素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每件事情都要有一个顺序，有一个计划，然后我们要去稳妥的实行这个计划。相对来讲，一些变动我们需要避免，所以呢，切记不断的去改变主意，然后切记我们在不理智的时候做决定。其实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变得越来越稳然后我们看到第2张牌是27号，我们看到是 Witch 女巫Justice is coming， 正义到来了，这个能量很好正义来临代表这个能量的肃清我们的女巫在衣柜当中有可能正在找寻她的法器，有可能正在拿起她的很有趣我们这边有可能有魔法棒，但是我们也有宝剑和棒球棒，所以这边感觉到有一种被审判的感觉，尘归尘土归土的感觉。如果过去打一个比方，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的时候会重归这个课题。但如果是我们做好的，或如果有一些事情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在某一些事情里边被伤害，或者说我们爱的人，我们想要保护的事情被伤害，宇宙会给予我们非常公平的一个能量的平衡。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事情它会存在一个因果，而在这个水星和金星逆行的过程里边，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收获一些善果，或者说你们过去在面对的一些不平衡的事物将会被平衡。这个被平衡并不是你们主动的，而是宇宙在帮助我们介入的。还有比较好的信息就是 Justice is coming，
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一些比如说诉讼啊、纠葛呀，或者说一些官非当中的话，最近这个阶段是可以肃清的，宇宙会帮助你们肃清啊，会带给你们真正的透明真实的成果。那也有少数朋友我看到，当正义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周围会有人力挺你们，会给你们主持公道啊。然后少数朋友，我认为这个公道呢，它在宇宙当中，有可能不在人心，因为人心是复杂的，能量的集合点，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在这个五蕴混杂的世界，不一定在人心中，但是正义的分子和因子一定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在每个人的心底。我们如何激起它，在对的时间，或者说在审判来临的时候。by the way，我们的牌底就是审判，审判牌跟着是恶魔牌的逆位，这种刚刚我们收起来的牌啊，所以这个牌的牌象也代表了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离开你们的人，或者说曾经控制你们的人，曾经让你们感受到压抑的人，他们将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你们对于这个生活的掌控能量，或者取而代之的是你们不可替代的自信和勇气啊，因为我们看到 Queen of Wands and Courage 在这边，所以任何曾经让你们失落，让你们找不到自己，或让你们压抑，让你们失败的人，最终能够成就你们啊！你们是从这个地方成就的，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我们的一个契入点，我们在这个地方契入了，也就是找到了我们真实海底轮的能量。那也恭喜大家，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大家不必特别的紧张，或者说特别的头痛和头晕，或者说害怕一些事情它是不是不好的结果。Two of Swords, Ten of Swords， 这些事情的结果，不管是好与不好，代表了一个阶段的结束，代表了新的可能性的到来，代表了你的内耗的结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宇宙。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 Temperance， 你要给自己耐心，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 highest good 啊，最好的可能性和最好的进展，最高的目标。所以我看到这个过程有可能某一阶段是残忍的，某一阶段是你要付出的，不过我认为这些能量都会回归到你的身上，你付出的，你曾经给出的，你曾经经历的课题，你曾经承受过的很多压力不公平，重新的这些能量将会变成一股助力，回归到你的身体，回归到你的磁场当中，你们将会回收这一切。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们会得到信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飞鸟啊，有可能最近会有一些小鸟啊，一些羽毛啊，或者说你们会看到相应的一些 message 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如果出现这些事情，不管结果是如何，就是太好了。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终于赢得了机会，重新的跨入了属于你们的磁场，你们可以重新做东道主，你们可以重新做东啊，你们可以重新去做决断了。有一些事情的天平也将会倾斜于你们，掌握在你们的手上。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在这个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的阶段啊，最近这个阶段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照顾好自己啊，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身体运动和饮食以及睡眠的调配，让你们能量更加 grounding 稳定。身体是灵魂的殿堂，当你们的灵魂也出现了更强大的能量，出现了勇气，出现了宣告这种勇气的这个力量，出现了宣告你们内心真相的力量的时候，一些实相会真正的发生。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一切都好，照顾好自己。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三副组牌朋友共同学习和体验和感知这些讯息。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